夫人，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无知啊！上次在大殿上，你是没有吸取到教训吗？上次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过你，我是天羽国的天福公主，你看看，有谁能够搜我的身？好吧，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的能够搜我的身，可是三皇子，你确定我背上确实有伤？若是在我的背上没搜到伤口，你觉得皇上会不会雷霆大怒？你觉得天羽国的二皇子会不会善罢甘休？你觉得修王爷会不会和你死磕到底？好吧，那咱们再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啊，假如我确实就是玉家的女儿，以前身上也确实有疤痕，可是你怎么就能肯定那个疤痕现在还留着呢？以前大夫说过，那伤疤永远都去不了了，会留一辈子的。哎呦，你别搞笑了行不行？玉清柔啊，你们以前找的是什么大夫啊？咱们亲姑娘又是什么大夫？别说一个小小的伤疤，就算你的腿断了，她也能给你接上去，一点伤痕都没有，你信不信？是啊，玉清洛是谁？鬼医呀，手段了得，医术不凡。哦，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呢，这玉府和三皇子向来没有什么交集，今日怎么就偏偏去请了三皇子过来戳穿我的身份呢？难道是看中三皇子耿直冲动的性子？玉夫人怎么没去请宝王爷、太子、四皇子、六皇子、七皇子、八皇子呢？难道他们今日没有去上街？玉夫人，你碰不到。三皇子狠狠地倒抽了一口凉气，该死的，他好像估计是被人设计了，刚想说些什么给自己个台阶下，奴婢给王爷、相爷、公主请安。这个女人我倒是见过，好像是宝儿被关期间监视看管她的丫鬟，叫秋兰。秋兰，你好大的胆子，谁准你随随便便进来的？惊扰了三皇子，你担当得起吗？来人，把这个贱蹄子给我拉出去！三王爷救我，奴婢有事禀报，是关于三王爷的。住手！你刚才说有关本王的事情要说，快说。三王爷，这丫鬟神志不清，是我们的人没看好她，让她惊扰了三皇子，我这就……神志不清？他哪里神志不清了？王爷，秋兰以前是伺候宝儿的，宝儿曾经有过疯病，秋兰常年接触下来，有时候说话也是疯疯癫癫的，她确实不太正常。玉清柔，要说一个人是不是得了疯病，好像没有人比我这个大夫更有说服力的吧？多谢亲姑娘帮奴婢证实清白，其实一直以来，小少爷根本就没有疯病，奴婢照顾了他多年，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小少爷，对不起，秋兰以前冒犯了，可秋兰只是个奴婢，为了活命，实在是身不由己，逼不得已才会看着你不让你乱跑。如今小少爷总算是苦尽甘来，不再受制于人了。王爷，秋兰助纣为虐多年，在夫人和二小姐的吩咐下，做错了许多事，这些年来一直受着自己良心上的谴责，只是苦于求助无门，只能在地狱里挣扎着。可是现在有些事情确实让奴婢忍受不了了，若是不说，那这事牵连甚广，不但害了玉府，还会害了三王爷、修王爷、右相以及天福公主，到时候奴婢就真的罪孽深重了。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本王说清楚，谁要害本王？玉清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猛地倒抽了一口凉气，当即便想上前拍死秋兰，跟前便挡了一道身影。二小姐这般急性子做什么？有什么事情啊，咱们等秋兰说完了再来办嘛。玉夫人方才也说，冒冒失失的，若是冲撞了三王爷，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王爷，今日之事其实都是夫人和二小姐的诡计。王爷，奴婢在这玉府当中当了许多年的下人，对府中之事
知之甚详，对府中的地理位置也了解得十分清楚。昨日上午，奴婢从外面回来，却发现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子在府中走动。近来御府正值多事之秋，奴婢怕有人要借机使什么幺蛾子，便打算去找夫人，把这事儿告知夫人。可是就在奴婢抄小路去夫人的院子时，却在经过大小姐曾经住过的那间废弃的院子时，听到了夫人的声音。奴婢觉得好奇，又想去看个究竟，想不到里面却传出了瓷器碎裂的声音。奴婢怕极了，可又忍不住，便悄悄地进了院子，藏在了窗户底下。奴婢听到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说夫人若想对付天福公主，就得跟她合作。奴婢当时惊恐不已，对付天福公主，夫人怎么能去伤害公主呢？那岂不是抄家灭族的重罪吗？奴婢怕极了，缩在窗户底下不敢动弹，却也听到了他们接下来的计划。那人说，只要夫人上街见到了小少爷，告诉他老爷病重，小少爷是个孝顺的人，必然不会不管不问，而他的身边正好有名满天下的鬼医，一定会一块带过来的。那人还说，只要天福公主过来了，夫人可以趁机发难，误导公主说出不该说的话，如此便可以在皇上面前告公主一状，说公主欺世盗名，蒙蔽皇室，顺便让修王爷面上蒙羞。可是仅仅凭借着夫人御夫人的身份，是根本没有办法见到皇上的，也没办法让皇上相信他的话的。继续说。是，那人告诉夫人，三王爷今日下了朝后会去东门御史铺子，夫人只要去那里就能碰到。那人还说，三王爷性子冲动，容易被夫人掌控。这么说来，本相也在那人的算计当中。不，那人只是要夫人把王爷安排在暗处，相爷来此可能是夫人小姐自己的意思。奴婢猜想，夫人小姐是要在相爷的面前败坏天福公主的名声。秋兰，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谁教你说的这些？你这样编排我们，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秋兰，吕家待你不薄，我们母女两个也从未亏欠过你，你这恩将仇报，不怕天打雷劈吗？哼，你是不是看到我爹病了？是不是觉得我们御府要倒了？你觉得御府已经靠不住了是不是？所以你临阵倒戈，你被人收买了对不对？哼，还陌生的女人，你竟然编造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你怎么就会有如此狠毒的心思？秋兰，你这种不忠不义之人，随时都会为了钱财背叛主子的狗东西，你觉得你说的话可信吗？这里都是聪明人，谁会相信你说的那些废话？是啊，说这种话又没有依据，确实没有人会相信的。我说的这些自然不是空口白话的，我有证据。既然如此，那就把证据拿出来吧。公主，奴婢有一事相求。你说。奴婢在御府多年，一直听从夫人和二小姐的话办事，如今实在是忍无可忍，才会跳出来指证夫人和二小姐的。奴婢知道，今天说了这样的话，奴婢在御府是万万待不下去了。夫人和二小姐一定会想办法弄死奴婢的。奴婢贱命一条，死不足惜。可奴婢还有一下眼老妇待在家中无人照顾，奴婢不忍离她而去，所以想求公主真相大白之后，让奴婢离开御府。秋兰，你果然早就和玉清洛勾搭上了是不是？你这个不忠不义的东西，你能不能闭上嘴？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还有没有点新鲜词儿啊？还有，人家王爷公主相爷都还没开口，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说话了？那你又是什么东西？这里轮得到你一个下人说话不成？金琉璃一挑眉，他这一笑，整个屋子都黯然失色了起来。只有玉清洛
嘴角抽搐了一下，知道金琉璃这样笑，表示他已经生气了。金琉璃弯了弯手指，陡然捏住陈吉心的手臂，狠狠一提。现在你还觉得这里轮不到我说话吗？玉清洛一直不出声，只是抿着唇，轻轻地笑着。没问题，赶紧的把证据拿出来。证据不在这里，请王爷公主、相爷大人随奴婢这边请。玉清洛冷冷地睨了三皇子一眼，起身跟了上去。证据就在这里面，这柜子十分的重，一个人推不开的。王爷，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下官京兆尹李泽见过三王爷、相爷、天福公主。李泽，你来这里做什么？下官身为京兆尹，带着下属过来，当然是为了办事儿。把那个碗柜推开。李泽，这是玉大人的家，玉大人好歹也是朝廷命官，哪里轮得到你无缘无故来此放肆？你来办案，可有父皇的手谕？三王爷，下官是接到他人举报，说玉夫人和玉家二小姐与他人勾结，试图谋害天宇国天福公主，而证据就在厨房碗柜之后。事态紧急，下官身为京兆尹，职责便是维护我封仓国帝都安全，怎么能让天福公主在天子脚下受到如此侮辱？这事儿若是传出去了，损害的还是封仓国的荣誉，也破坏了封仓国和天宇国的和睦往来。权衡利弊之下，下官才会出此下策，先行保护公主安危，回头自然会亲自前去向皇上请罪。下官相信皇上会体谅下官权宜之计的。直至嘎嘎嘎的沉重声响起，三皇子才陡然回神，再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李泽，你干什么？让本王进去。王爷，下官在办案，请王爷在一旁稍后。李泽，那是什么？李泽懒洋洋地抽出其中一封信来。这倒不像是一封信，好像是个协议，上面写着，若今日玉夫人和玉家二小姐能够让天宇国的天福公主身败名裂，那么将来玉夫人和玉家二小姐生活无忧，并能保玉家二小姐坐上右相夫人的位置。玉夫人和玉小姐胆子还真不小啊，连天福公主也敢迫害。不过公主可是修王爷未来的王妃，这一迫害可就牵连甚广了，也不知道会牵连到谁呀？谁会成为修王爷的对头呢？好狠毒的心思，这人竟然想一箭双雕。李大人，这协议的落款是谁？魏罗光。本王要杀了姓魏的那个狗东西。王爷，此时还未真相大白，你这会儿去恐怕是要打草惊蛇的。什么意思？玉夫人，这第二封信本官想还是当着玉大人和玉小公子的面说清楚吧。李大人，玉大人身染重病，如今已是卧病在床，无法起身了。既然如此，那公主不妨看看这封信吧。玉公子如今和公主关系匪浅，代为做主也是应当的。让玉清洛错愕的是信上所写的事情。玉夫人，你果真丧心病狂至此？李大人，本公主要代替玉宝儿状告陈吉心，11年前买通稳婆，在玉府原配夫人生产之时暗中使计，害死玉府原配夫人。你在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买通稳婆害死那个女人了？什么时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信是你兄长写给你的，是从你这个箱子里找出来的。到了此刻，你还想狡辩不成？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的箱子里根本就没有那封信，那信早在11年前就已经没了，我的箱子里根本就……嘴巴立刻被玉清柔给捂上了。没有，我没有害他，那封信是捏造的，你们陷害我，你们全都联合起来陷害我。来人，把陈吉心和玉清柔带回京兆府，本官要彻底的审问。不要，不要，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和玉清洛狼狈为奸，放开我，放开我！
一行人又陆陆续续的走掉了。京兆府的官兵很快撤得一个。相爷，这位就是玉家二小姐。啊，相爷，相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相爷，你受苦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帮我？那个时候，你明明听到了玉清洛他说什么，明明知道她就是玉家的大小姐，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你明知道如此，我和娘亲，我们两个会，是不是你知道我们这次的计划不会成功，所以才说出了那样一番话？是不是？其实你在想办法救我们，不想我们越陷越深。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相爷那么聪明，一定早就看出来了秋兰那个贱丫头吃里扒外，早就被玉清洛收买了。知道玉清洛他们一开始就有了准备，还带来了那个什么李大人。相爷这是在保存实力，我们懂的。相爷，我们能理解。谁说我是来救你们的？啊？什么意思？相爷，你……我有没有和你们说过，其实我不是多么善良的人，我只是过来看看你们受了多少苦。如今看来，李大人还是手下留情了一些。你们现在的样子和青洛曾经受过的那些苦相比，真的如同九牛一毛。和玉清洛曾经受过的苦相比，你果真喜欢上了玉清洛，果真为了他不惜如此对待我们母女。他到底有什么好？你才见了他几次啊？为了他，你竟然不顾我们以往的情分。以前你明明对我那么好，如今为了一个不惜陷害对付我们的女人，竟然对我们如此残忍。玉清洛是给你吃了什么迷药吗？你错了，你错了。我和你从来就没有什么情分，从一开始我对你们母女好，就是看在青洛的面子上。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我和青洛早在7年前便已经相识，她从一开始就是我最喜欢的女子。今日我能成为右相，不过是为了能替她报仇，对付于作霖而已。可是没想到，我一直以为早就不在人世的女子原来还活着，我更加没有想到，原来6年前迫害她的人里面还有你们母女2个。怪不得玉清洛回来开始，你的态度就变了。原来你早就知道了6年前的事情。相爷，是我不好，一切都是我做的恶，你不要刺激轻柔了。他是真的喜欢你呀，是真的呀。玉夫人，你和二小姐有今天，也是你们自己种下的恶果。还有，别指望再有人来救你们了。不管魏统领的背后是谁，你们对那人来说，都只是弃子而已。他说完，再也不看玉清柔和陈基心一眼，转身离开了臭气熏天的牢房。王爷，玉姑娘、金姑娘回来了。琉璃，你没事，那么紧张做什么？只是流了点血，看起来严重而已。金姑娘肩上受了剑伤，我已经把剑柄削掉了，不过剑头还在里面，这方面玉姑娘比较在行，我也不敢胡乱动手。叶修毒领着楠楠站在门口。爹爹，金姨没事吧？没事，你娘亲说她只是肩膀受了伤，把剑拔出来敷上药就行了。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属下按照王爷的吩咐一直在皇宫外边转到南门的时候，忽然听到里面传来招刺客的声音，然后属下就看到金姑娘从宫墙外边跃了出来，只是那个时候金姑娘已经中了一箭，属下立刻掩护着金姑娘离开，只是后面有追兵，属下也不敢在这个时间回来，只有先躲藏起来，等甩掉了后面的尾巴才敢带着金姑娘回来。那金琉璃有说过什么吗？没有，
金姑娘的模样很奇怪，整个人恍恍惚惚的。属下问了2句，她也什么都不说，只是摇摇头，说自己累了，要赶紧回来见玉姑娘，模样很奇怪。露出这种表情来做什么？玉青洛，我又没有死，你要是不注意一点，这剑就刺到你的喉咙里来了，到时候我也救不了你。这不是还没有刺到吗？这点上我都没看在眼里，你这个见惯生死的大夫，怎么搞得比我还要紧张？我只是失血过多而已。你懂个屁！失血过多也是会致命的。不要说脏话，人家修王爷还在门外呢，以他的耳力能听得到的。小心他嫌弃你，不要你了，到时候你又得跟着我回江城，要我开客栈来养你。玉青洛眉心紧拧，一时之间倒真的沉默下来。怎么了？你别笑了，你笑得很奇怪，很不正常。别笑了，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玉青洛，我发现了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原来叶浩然那种嘻嘻哈哈的像个小痞子的人，对他情根深重的人还不少。就算那人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有了别人的儿子，就算那人是他父亲的妃子，也可以为了叶浩然不顾一切的。你指的是萧妃？你知道这就是你受伤的原因，所以琉璃，那个杀害陈姬心母女的杀手是进了皇宫，对萧妃复命。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幕后之人是萧妃。是，不管是上次阿福的事情，还是这次陈姬心母女的事儿，都是萧妃做的。青洛，我想见见叶浩然。我知道了，我让人把叶浩然叫过来。谢了。金琉璃似乎很是疲累，声音慢慢的低了下去，随后闭上了眼。秋兰怎么样了？走了。怎么回事？这事还得问沈爷清楚一点。说话间，沈英已经精神抖擞的走到2位的面前了。玉姑娘，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身上有什么吗？还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你昨晚上对秋兰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呀。那个玉姑娘，我听说您很讨厌那个秋兰啊，而且那个秋兰她真不是好东西，她看王爷的眼神透着野心，我这是在帮你来着。然后呢？然后昨儿夜里那女人竟然想去毒院勾引主子，我一看这还得了，主子可是玉姑娘的，怎么能被那种女人肖想呢？是不是？于是我就故意让人引着她去了毒院，反正主子在玉宫我是说反正主子忙得没日没夜的，没歇在毒院，我就等着那女人进入毒院，她居然直接就往床上扑啊！也是够不要脸的。我看时机成熟了，就让人嚷着抓刺客，把她当成刺客抓起来了。她居然还有脸喊着要见王爷，还说自己是冤枉的，说王爷认识她，等见了王爷，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说见了谁都没用，王爷的屋子是王府重地，没经过王爷许可进来的全部都得当成刺客。他不甘心，乱吼乱叫的，我就直接让人上了板子了。玉姑娘，你是知道了，咱们要是动手了，那人不死也去了半条命了呀。可那人也真是不死心，打成那样了还要见王爷，我就假意去请示王爷，回来说王爷下了死命令，胆敢不经过他同意就偷偷摸摸闯进他屋子的，一律当成刺客，当场打死，谁求情都没用。萧嬷嬷，秋兰也不能待在玉府了。老奴知道该怎么做了。玉姑娘，我这是哪里做错了？没做错，你聪明着呢。所以我想再拜托聪明的沈爷一件事儿。玉姑娘，我这么笨的人很容易把事情给办砸的。那彭英那小子机灵得很，你找他怎么样？别这么贬低自己嘛。秋兰这件事你办得很漂亮，真的特别的棒，我表示对你的信任又高了一个等级。玉姑娘，有什么事情你说吧，赴汤蹈火，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帮你办到。没那么严重，只是让你跟着楠楠看看这段时间他到底在做什么。这还不严重？三方主子都要得罪的事情还不严重？王爷明确说了，楠楠的事情由着他就行，不用多管。
楠楠明摆着不想让人知道他都做了什么，那几个跟在他后面的暗卫都被他给甩了。如今我要管这个事儿，生气的绝对不止楠楠。这事儿你尽快的给我回复吧。叶修毒那边你也别去说了，你们家王爷宠儿子越发的没边了。你醒了？你怎么样？伤口痛不痛啊？你还受着伤呢，躺着就好。这样坐着压到了伤口怎么办？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不过玉清洛说，受了伤的人要吃点清淡的。你吃东西偏辣，也进嘴了。你也不要太难过，等你伤口养好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这帝都我熟着呢，想吃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弄来。还有啊，以后不准躲着我了，不然别怪我用手段把你绑在身上了。我说到做到，你别不相信。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叶浩然，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说，你想不想当皇帝？丽儿，你怎么会突然问这种问题？你只要回答我，想不想？不想。真的不想？丽儿，你不相信我？那个位置，那么多人都在抢着坐，你所有的兄弟都在觊觎，可是能坐上那个位置的人却少之又少。你很聪明，也有能力坐上那个位置，只要下点功夫，除掉面前的绊脚石，你就是高高在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在你心里，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为了皇位不择手段的人吗？不是，你不是那样的人。对不起。你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为什么突然……如果别人要你坐上那个位置呢？那人愿意帮你扫清前面的一切障碍，非要你坐上那个位置呢？什么意思？你说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萧妃娘娘对你那点心思吗？萧妃那个女人，她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该死的！我以前就和她说过，自己和她半点干系都没有。她是父皇的妃子，也只能是她的妃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居然还不明白。你知道的，对吧？那你呢？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思吗？金琉璃愣了一下，随即眼神游移了起来。丽儿，不要逃避。这样的叶浩然竟然让一向冷酷的他有丝害怕。公主，这个应该是金姑娘留下来的。青洛，我和叶浩然走了，天大地大，流浪去了。靠，私奔了！公主，现在怎么办呢？叶修毒呢？天一亮就进宫了。他进宫做什么？王爷说，既然知道萧妃是幕后主使，那这个祸害就不能留。不过这事儿不能让公主出面。蒙贵妃既然想要借公主的手杀人，那王爷就把这刀送还给蒙贵妃，不让公主沾边儿。玉清洛拽紧了手中的字条，让萧嬷嬷把门关上，暂时就当他们两个还在的样子。随后他才回了自己的院。这是什么？这纸条是琉璃他们留下的，他好像和叶浩然一块离开了。什么意思？大概就是私奔的意思。老八怎么这么蠢？现在怎么办？他们两个明显是要把这个烂摊子丢下来，让咱们收拾了。皇帝那边你要怎么说？怎么说？就照实说。叶修毒，不要说赌气的话。老八还不值得我去赌气，这事儿瞒不住的。老八这一走，怕是短时间内都回不来了。父皇会找他，婉妃会找他，就连宫里的那个萧妃，他也是想要见他的人的。玉清洛叹了一口气，这两个惹祸精啊，真想抽他们。放心吧，现在四国大赛还在举行，其他三国的使臣都还在，父皇就算再生气，也会把这事给压下去的，不用我们。父皇自然会给老八找一个合理的离开帝都的理由，到时候恐怕连婉妃、萧妃都不会知道，也不会去找他们了。父皇也只会私下里派人去找，而那个人多半会是我。但是等到四国大赛结束了，皇上一样会大发雷霆，到时候恐怕叶浩然和琉璃都承受不住啊。你担心那么多做什么？到时候给老八安一个死人的身份就可以了，就说老八在外面不堪受苦，染病身亡，父皇也没办法。你对叶浩然还真是深恶痛绝啊！哼，敢在他修王府失踪，给他制造麻烦，这样的说法还是轻的了。怎么样？我练得如何？小东西，果真没有白白浪费了你这身天赋啊！对了，陆爷爷，我明天可能不能来练武了。
为什么？唉，我娘亲她不死心，一定要知道我最近在干什么。昨天要不是我使断，差点都要露馅了呢。所以我想着先缓2天，我乖乖的去比赛场看比赛，让她先放心。行，那就缓2天，2天后你再到这边来。等等，陆爷爷，别杀了他呀！楠楠，这东西有毒。陆爷爷，这是我娘亲的宝贝。小百合，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娘亲的宝贝？这么说来，你娘亲她……肯定是我娘亲来了。陆爷爷，你赶紧跑！陆老耳朵一动，果真听到不远处传来十分细微的声音。楠楠，2天以后再见。陆爷爷，你怎么了？中毒？他实在想不出是怎么中的毒。陆爷爷怎么会中毒呢？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便瞧见从林子里缓缓出来一人一豹。娘亲，抱抱，你来了！我好久没见你了，想死你了。抱抱，来，亲一个。抱抱，我跟你说，我是你主子的儿子，所以以后就是你的小主子了。你要听我的话，你知道吗？不要再像上次在江城一样对待我了。抱抱，我知道你很高兴，其实我也挺高兴的。作为你的小主人，以后你的终身大事我会帮你解决的。回头就给你找一头母豹子啊！我身上的毒是你下的？对，是我下的。我自认一直很小心，怎么还会中了你的毒？我在楠楠的衣服上撒了毒粉，那毒粉原本没有多大的效果，可楠楠一旦运动出汗，你再接触下来便会中毒。解药呢？你到底是谁？接近楠楠有什么目的？蒙露。蒙露，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有些熟悉。咦，陆爷爷，原来你叫蒙露啊？你是说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和他鬼混了那么久？蒙族，蒙露，你是蒙族族长？蒙族的族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要接近楠楠？看来叶修毒已经和你说过蒙族的事情了。蒙族的事情你了解多少？蒙族的事情我没兴趣，也不想了解，我只想知道你接近楠楠的目的。楠楠的天赋极高，又很聪明。然后呢？蒙族已经许多年没有出现过身上怀有花形胎记的男子了。除了楠楠，年纪最小的也已经有20岁了，而且那人身患残疾且资质平平，这样的情况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蒙族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本事且聪明的人当继承人。有没有搞错？皇帝想要走楠楠，你也想要他？娘亲，你不要激动，你放心吧，楠楠哪儿也不会去的。楠楠永远都是你的贴心小棉袄。你不要说话。哦，我不管你是谁，楠楠不会跟你走。你要培养继承人，自己回去生一个。我看蒙族长聪明睿智，武功天赋也极高，将来的孩子也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完全不用担心资质问题。还有，今后族长还是不要和楠楠见面的好。你的那些武功内力适合成年人，楠楠还小。楠楠是小，但是她可以吸收。玉清洛额角的青筋一根根的凸起，他一步一步的朝着蒙露走去，手中银针森森。吸收个屁！娘亲，冷静，不要爆粗口，你是淑女来着，不要和人一般见识。感情他不是你儿子，你不用管他会不会气息不稳，走火入魔，血管爆裂而死是吧？哼，好啊，我也觉得你很聪明，武功也高，所以我给你扎一针，喂点毒药。我相信你内力深厚，也是能吸收的。我相信你会一点事儿都没有的。怎样？来啊，我在你身上试一试啊！楠楠拦得好吃力。陆爷爷，你赶紧走，我娘亲真的会杀了你的，真的，她手上的针有剧毒，我木有解药啊！唉，楠楠，我已经中了毒了。她双腿发软，走不了了。玉姑娘，我承认我给楠楠练了一些不属于她年纪的内力，我道歉，但是我不会放弃带她回蒙族的打算。既然今天见了面，我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回去也和叶修毒说一声，我想他会赞同我的意见的。玉清洛面目狰狞，
3根银针狠狠地朝着他的面门射去。下一刻，身子一轻，被人抓住胳膊，猛然拔地而起，豁然斜退了10来步，才停下来。族长，属下来迟了。阿峰，我们走。你来做什么？出去。青儿，不管楠楠犯了什么错，咱们训一顿就是了，她还小。我让你出去。楠楠是还小，你总不小了吧？难不成我训你一顿也就算了？可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身子已经在往后退了，整个人直接被玉清洛推出了房门外。青儿，啪的一声，重重的关上。咱们还是去厨房吧。去厨房做什么？拿搓衣板。搓衣板在洗衣房。那就去洗衣房拿。拿搓衣板做什么？你真是笨死了！惹娘亲生气了，当然是要负荆请罪了。对啊，到底是跪搓衣板好一点呢，还是负荆好一点呢？爹爹，这旁边有荆条吗？背在背上会不会疼？楠楠，你先告诉我，你娘亲到底为什么生你的气？娘亲终于还是知道我这几天到底在干嘛了。我在跟着陆爷爷学武功，那个陆爷爷好像是蒙族的族长。蒙陆，他在教你武功？那爹爹，是他求我的，不是我主动的。叶修毒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倏地抓住楠楠的手，手指搭在她的腕上，手指尖像是忽然被烫到了一般，陡然收了回来。楠楠，爹爹，我知道错了嘛。以后不准再做这种事了。爹爹知道你很厉害，这内力或许是你能承受得住的，可爹爹和娘亲一样，不想你拿自己的身子去冒险，知不知道？爹爹，我觉得我们还是去拿荆条吧，搓衣板好像作用不大，我让沈大叔找根粗大一点的荆条，咱们2人一人一根。等等，为什么我也要背？你当然也要背了，刚才都被娘亲从房间里赶出来了，说明你也惹娘亲生气了。爹爹，还是找3根来吧，你是大人，背2根才像样子，我是小孩子，刚刚已经被娘亲精神惩罚过了，可以少背一点。还有啊，我那根荆条要短一点，毕竟我是小孩子来着，这个要考虑身材的问题。对了，要是娘亲真的狠下心来要用荆条抽我的话，爹爹你要挡在我面前，你知道吗？不然我受伤了你会心疼的，肉疼总比心疼要好一点，你觉得呢？叶修毒一想到那副样子，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那爹爹，我们还要去拿荆条吗？让我再想想。叶修毒抿着唇，却一筹莫展。萧嬷嬷才带了几个丫鬟，缓缓地走了过来。王爷，他在屋子里用膳。是。本王给他送去。是，王爷。王爷，公主她吃软不吃硬的。本王知道。楠楠小手用力地捏了捏。你真的要送去啊？咱们确定不先去拿条荆条再过来？我觉得这样不太好。进去，你先认错。进来。玉清洛一抬头，就见2个罪魁祸首站在门口。啊，娘亲，我去拿荆条了，我马上走。二话不说，松开叶修毒的手，很没骨气的把自家爹爹丢在了这里，转眼就没影了。萧嬷嬷说你打算在房间里用膳，我给你送来了。我没胃口了，你拿走。晴儿，再生气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是不是？你不是说3餐要定时定量，营养均衡的吗？乖，吃点。哟，原来我说的话你还记着，我以为你们父子2个早就给忘光了，我还以为我高看了自己，说的话没在你们心里留下一点痕迹呢。你们厉害着，一个王爷，一个世子，姿态高着呢。我是谁呀？一个冒牌公主，一个差点被进猪笼的不贞的女人。我这种人说话就跟放屁一样。你们左耳进右耳朵出，敷衍2句就已经很给我面子了是吧？晴儿，不要这样说。不这么说我要怎么说？这不是事实吗？哼，你们本来就了不起，有能力有本事有身份地位，我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的，凭什么去管你们啊？是吧？要是你们对我不满意，我走就是了，不用这样阳奉阴违的敷衍我。晴儿，你太激动了，冷静一点。我不冷静，我就是太冷静了，你们才不把我当成一回事。他们不会了解，当他知道楠楠可能遭遇危险时，那种担心受怕的心思，不会了解他有多害怕。
楠楠重复1年半前那种奄奄一息，像是要离他远去的模样。唇瓣上骤然压上一道软软的力道。叶修毒，你还敢！而此刻，蹲在窗户底下的楠楠却垮着脸，捂着嘴巴，无声地哭了出来。公主，出事了！出什么事情了？惊雷国的摄政王遇刺了。上官锦死了没？倒是没死，不过生命垂危。太医院的太医也是束手无策，只怕凶多吉少。老奴方才过来，看到宫里来人了，这会儿应该在和修王爷说话呢。王爷怎么说？王爷好像不同意你去。老奴来之前，只隐隐约约听到王爷说你身子不适，宫中人才济济，摄政王也带了随行太医，一定不会让摄政王有事的。叶修毒又开始说场面话了。替我更衣。公主是打算去惊雷国的驿馆？你来告诉我这件事，不就是希望我去给上官锦医治吗？二皇子托人来告诉老奴，说摄政王身份不一般，平日里是死是活倒也无所谓，可要是在封苍国出了事，且在4国大赛期间出事，怕惊雷国的皇帝会大发雷霆，到时候封苍国的嫌疑最大，其他2国他也脱不了干系。而且二皇子还说，现在天下人都知道公主和修王爷的关系，也知道公主是鬼医，如果公主不出手的话，那惊雷国第一个追究的人就是修王爷，就算因此借口发动战争也有可能，到时候修王爷就成了全封苍国的罪人了。唐白痴还真爱多管闲事，叶修毒都不在乎会不会成为封苍国的罪人，他倒是关心得很。公主不也是关心修王爷吗？若公主不是也想到这一层，以公主的性子，又怎么会去趟这趟浑水呢？你是来当说客的吧？是叶修毒让你来的？公主想多了，王爷哪有空见老奴？老奴只是不想公主气坏了身子。王爷对公主的好，咱们都看在眼里，就算做了什么事让你不开心，那也情有可原的。咱们不能忽略了王爷的初衷，是不是？萧嬷嬷也算是苦口婆心了，难得以这样的语气劝着玉清洛。你们都是废物不成？朕养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还不赶紧想办法！要是治不好摄政王，你们全部给朕以死谢罪！千秋还没回来吗？天福公主还没来？皇上，我在这儿。公主，快给摄政王看看。随着皇帝一块进了内室。站住，不准靠近王爷一步。这是亲姑娘，你若还想救你们家摄政王，就给朕让开。玉清洛往前几步，怪不得这些个太医个个束手无策，远远要比萧嬷嬷形容的还要严重的多。滚开，别在这碍手碍脚的。陆太医，这位是亲姑娘，鬼医，你有把握能治好王爷吗？没有。没有把握就出去。看来也不过就是个沽名钓誉之辈。那么卢太医，你有把握能治好你们家摄政王吗？卢太医，你自己都没有把握，凭什么要求别人非要治好你家王爷？如果你继续挡在我面前呢，那摄政王就真的要没命了。要是你让开一点，不要挡住光，大概还有一丝机会能治好你家王爷。亲姑娘，请。你做什么？不懂就不要开口，再废话就给我出去。随后从身上拿出一颗药丸，塞进了上官锦的嘴巴里，那药丸顺着喉咙滚了下去。公主，摄政王如何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他的外伤太医都已经处理过了，除了失血过多之外，倒是没有伤及要害。内伤比较严重，需要慢慢调养，就是这毒要耗费些心力。我现在只是暂时压制住了他的毒性，让王爷减轻点痛苦。不过皇上，王爷中的毒很是棘手，我需要一些比较珍贵稀少的药引子。皇上，公主放心，需要什么尽管说就是，朕会让人找来。总之，
尽最大的努力让摄政王平安无事。我知道了，皇上，这边交给我，您先回宫休息吧。皇帝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这才转身离开了驿馆。直至2个时辰后，你失血过多，让厨房给你炖点补血的东西喝。等回头我给他们写个方子，有些东西也要忌口。至于你的内伤，这个还真得慢慢来，反正不要再用内力就是了。这几天都躺在床上，别随便下床乱动。听你的，还有别的要交代吗？有，诊金记得结算一下，我还要吃饭养家糊口，银子缺不得。怎么，叶修毒养不起你吗？他要是养不起，你可以直接随本王回青雷国，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这不是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这是我应得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要诊金，算得上是银货两讫，各不相欠。我改天再来看你，先走了。不管怎么说，本王欠你一条命。你这条命很值钱的，你放心，银子方面我不会客气。说罢，再也没有停下步子，转身就走了。次日一早，玉星洛又带着萧嬷嬷去了惊雷国的驿馆。哼，萧王爷真是有闲情逸致啊。还好，青儿毕竟是本王的未婚妻，她出门在外，本王总是要尽到身为未婚夫的责任的。萧王爷难不成还担心我会伤了青姑娘？她如今可是本王的救命恩人，本王感激她都来不及，怎么舍得伤了她？昨晚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身上发烫，卢太医给本王降了温，今儿早上才稍微好一点。玉星洛探手往他额头上贴了贴，叶修毒的嘴角陡然紧绷，几乎想也不想的便冲上前，一把把玉清洛的手给拿了回来。萧王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不同意青姑娘给本王诊断不成？还是说萧王爷巴不得本王死在这封苍国之内？萧王爷有何居心？青儿，你是鬼医，又是公主，身份尊贵，要是有个什么事情，直接开口，吩咐别人去做就行了。你想试试摄政王额头上的温度是不是？本王来。不烫不冷，感觉正好，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来病情是痊愈了。青儿，咱们可以走了。本王是中毒，和额头烫不烫没关系，青姑娘是来解毒的。萧王爷既然不是大夫，还是去旁边歇息着比较好。中毒？可本王看摄政王中气十足，面色红润，一点都不像是中毒的征兆。萧王爷好像精通医理啊，和青儿相处久了，倒是懂了一些了。这大概就是近朱者赤吧。若是摄政王信得过本王的话，摄政王的病，本王倒是可以一试。本王信不过萧王爷。那倒是挺可惜的，说不定摄政王错过了一次可以尽快痊愈的机会。文武，属下在，请萧王爷出去喝茶，让丫鬟好生伺候着。是。你觉得你会是本王的对手？萧王爷想在本王的屋里动手不成？好了好了，都闹什么呢？我是来解毒的，可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都给我安静会儿。屋子里安静下来，两个男人除了互瞪着对方之外，倒是没再多说什么了。从那天之后，叶修毒再没去过4国大赛的赛场了，每日里便是陪着玉清洛过来驿馆给上官锦看诊，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玉清洛，实际上他是巴不得上官锦气得病情加重，重伤不治。青姑娘，你都好些日子没来赛场了，楠楠的蹴鞠比赛重新开始，我要不来，他肯定要闹我的。对啊，我差点忘记了，今天楠楠也会上场。这么说来，今天的比赛应该会十分精彩了。青姑娘，你都不知道，我在这里看了那么多天，总感觉没有一开始看的那种惊心动魄，后面的比赛好没意思。我想找你说说话，一回头才发现你没来看比赛，不好看你还天天来这里，那再不好看也比待在皇宫里要好啊。当然还是有那么几场比赛感觉挺有意思的。对了，青姑娘，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你受伤了也不在府里好好的休息，这边灰尘漫天的不太好。不碍事的，只要没什么大动作，就这么安静的看比赛，
倒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珍妃娘娘如何了？好了许多了。回来后又找太医复查了一遍，太医说亲姑娘的药很好，只要母妃注意休息就好了。怎么，看起来好像有好事呢？其实也算不得是好事，就是灵台寺的事情，父皇追究下来，知道亲姑娘你是在给我母妃看完病后回去才遭遇了刺客。父皇知道蒙贵妃把母妃安排在了如此偏僻的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十分的生气。母妃再怎么说也是父皇的妃子，哪里住的还不如一个官家夫人了。所以这2天母妃身子不适，父皇倒是多关注了一些，晚上也是歇在母妃的宫里头的，还赏赐了母妃许多东西，说是给母妃压压惊的。说起来，母妃已经好些年没有让父皇注意过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也不能这么说，亲姑娘受了伤，到底还是因为我们。虽然这事过了2天，但我还是要和亲姑娘说声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你了。就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蒙贵妃为什么要对付我母妃呢？那天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人就是蒙贵妃身边的简香，她手中挽着的篮子就是扁豆。不过说也奇怪，自从那天在灵台寺回来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简香了。蒙贵妃到底有什么目的？对了，难道说那个刺客真的和她有关？亲姑娘，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应该没有吧，也许是那个简香存了什么不好的心思。你不是说她都不见了吗？大概是畏罪潜逃了吧。这么说来也不无道理，可是我还是觉得蒙贵妃和这事儿……比赛好像开始了。玉清洛不打算和他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果真很快顺着他的视线看向了比赛场的中。公主，快跟我走！他话还没落下，已经拉着玉清洛离开了座位2、3步了。亲姑娘，出什么事情了？需要我帮忙吗？萧嬷嬷，怎么回事？玉家小少爷方才遣了人过来，他的身子有些不舒服，想请公主过去看看，挺急的。我回去看一下，公主留步吧。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比赛已经结束了。你是封苍国的公主，除了皇宫和这赛场，没有得到准许，不能去别的地方。万一被皇上知道是我带走了你，会对我不满的。那好吧，那我留在这里。亲姑娘慢走。直到2人走到偏僻的地方，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宝儿少爷让人过来说，玉老爷恐怕是不行了。玉建达或许撑到现在也确实到了极限了。你感觉怎么样？你来了。你把这个药吃下去，会感觉舒服一些。不吃了又想睡，痛着才好，这样我有感觉自己活着。我很抱歉。傻孩子，说什么呢？我想和你们单独说说话。玉清洛愣了一下，回头让江云生和萧嬷嬷带着丫鬟们下去，把玉宝儿也一块拉到了床边。以后就剩你们姐弟俩了，要互相照顾。青洛、宝儿，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如今爹爹这个样子，也算是报应了。不过还好，我马上就能去找你们娘亲了，有伴的。玉宝儿泣不成声，一手紧紧地抓着玉建达干瘦的手，可又不敢太用力，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把他的手腕给折断似的，只能虚虚地握着。我会照顾好宝儿。青洛，再叫我一声爹吧，好久都没听过了。爹，乖，爹，宝儿啊，以后要好好的听姐姐的话，将来娶个好媳妇儿，不要像爹爹一样糊里糊涂的害了你们的娘，
也害了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的。以后我娶一个像姐姐这样好的媳妇，就娶一个。好，你比爹爹聪明。青罗也想看看楠楠，好不好？上次见面还是在大殿之上，我也没好好的看看他。那孩子惹人喜欢的呢。姐，爹爹很喜欢楠楠的，这些天拉着我问了好多楠楠的事情。楠楠刚比完赛，我已经让人等在那里了，等那边结束马上就会过来的。真的？这边才刚说着话，房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娘亲，你在里面吗？这是说曹操就到了，起身去开了门。你怎么也来了？我看你被萧嬷嬷带走了，就出来看了看。守在外面的沈音说你回了玉府，玉大人出了事，我在父皇面前找了个借口，把楠楠一块带过来了。玉大人如何了？大概就是这1-2个时辰的事儿吧。这么严重？宝儿舅舅，爹，这就是楠楠，姐姐6年前所生的儿子，他很聪明，很厉害的。楠楠，来这边，这是你外祖父，来，叫外公。外公，玉建达的眸子亮了起来，他想直起身子，可是玉清洛摇摇头，不赞同他起来。楠，过来，让我看看好不好？外公，你看吧，要是不够的话，还可以摸1下2下的。盯着楠楠看了好一会儿，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吃力地在里面摸出一块玉来，塞到楠楠的掌心里。外公没和你相处过，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更加没有送过你什么礼物。这个东西，这个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块玉是你外祖母当年陪嫁过来的，她去了以后，我便留在身边当个念想，现在送给你了。楠楠愣愣地垂眸看了一眼手中的那块被抚摸的光滑圆润的玉，第一次在他收到礼物时没有想要变卖的念头。我会好好收着的，以后就传给我儿子，当做我的传家之宝了。这是个小玩意儿，怎么能做传家之宝？你是皇家的子孙，传家之宝应当由你爹爹留给你。不是，他决定就好。王爷，下官身子不适，不能起来见礼了。玉大人说哪里话？您是青儿的爹，是楠楠的外祖父，那便是我的岳父大人，哪有岳父给小婿见礼的道理？青洛的眼光当真不错，王爷这般气度人品，把他交给你，我也放心了，对他娘亲也能交代了。岳父大人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青儿，也会尽力培养宝儿。玉建达被他一声岳父大人叫得眉眼都舒展开了，心下就跟吃了颗定心丸一般。修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他虽然糊涂，却也知道他这人向来是说一不二。你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玉建达的声音戛然而止，眼睛缓缓地闭上，嘴角带了一抹笑。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玉清洛的手还伸在半空中，被他紧紧地握着，可玉建达却再没有了任何的反应，从玉建达的掌心中抽了出来，搂着他的腰起身，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青儿，要是难受不要忍着，哭出来。一句话都不说。楠楠，抱抱你娘亲。楠楠立刻听话地抬手搂住玉清洛的脖子。我没事了，让人进来准备后事吧，去让宝儿离开床边。
由始至终，宝儿都十分的沉默，直至出殡那天回来，他才一声不吭的去找玉清洛。有事要和我说？姐，我想留在玉家。这几天我看得很清楚，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打玉家的主意，人性凉薄，那些人在爹爹病重的时候，在玉家出事的时候，从来不知道在哪里，如今却都冒出来了，明眼人都知道他们想做什么。要不是有姐姐和王爷在，恐怕连爹爹的后事都没办好，玉家的财产就被瓜分一空了。我想过了，我如今是玉家唯一嫡亲的根苗，爹爹祖父他们留下来的玉家，我要守护好。姐姐和王爷不能护着我一辈子，我也不能永远跟在姐姐的身边什么都不作为，而且姐姐如今的身份也不便总是出面处理玉家的事情。他说话清清楚楚，条理清晰，所以我想要留在玉家，保住玉家，将来也能保护姐姐。好，我回头去找王爷，找个妥帖的人带着你，你别急着拒绝。你有那份决心，我很高兴。可玉家有好几家铺子，还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对这些管理都还不懂，总要有个人来教你的。至于玉府里下人的管理，这个就要靠你自己了。这些日子你留在玉府，爹应该也和你说了不少事，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要慎重着点用，你心里应该都有点数了。我让莫贤和月心在玉府里再陪你几天，想要做什么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做，别忘了你现在是小郡王，你身上有皇上的御赐金牌，有些身份有些东西能用就用，不要客气。是，我知道了。玉建达的后事很快就办好了，正式开始学习如何管理商铺和偌大个玉府。四国大赛已经进入了尾声，上官锦的伤也好了大半。月心，你慢点跑，不然萧嬷嬷看见了又要说你了。你不能因为在王府里一直没有见到萧嬷嬷，就忘记萧嬷嬷的性子了。小姐，金姑娘回来了，但是她身受重伤，好像快要不行了，把我一整个人都快要疯了一样，抱着浑身是血的金姑娘进门的。什么？下一刻，小小的身子陡然弹跳而起，整个人也飞快地冲了出去。门口的丫鬟下人已经准备好了，就连府里的大夫也已经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门口，就等他了。到底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不过看样子应该是遭受到了伏击。叶浩然身上也受了伤，不过不是很重，金琉璃有一剑正好刺中了胸口。救他，我求你了，你救活他。你先放手，我会尽我所能把他救回来的。叶修毒蹙了蹙眉，青儿既然来了，不由你说，他也会去救金琉璃的。你给我出来，在这里只会影响到他。叶修毒用了点力，直接把他给揪了出去。八叔，金姨会没事的。玉清洛看着躺在那里的金琉璃，他的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到底是什么人伤了他？怎么会这么多的伤口？手臂上、肩膀上、大腿上、背上、腰上，几乎没有一处不再流血的地方。红叶在旁边给他打着下手，我没事，来吧。好，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外边的日头从这边滑到那边，这都整整3个时辰了。金琉璃的病到底棘手到什么程度？这一次比上次更严重，也更加让楠楠恐慌。红叶还没来得及让开身，便被暴躁的叶浩然一把推开。叶浩然冲到床沿边，怎么样了？有没有事？慢慢说，累了吧？喝口水先。什么慢慢说？快点告诉我呀！灵儿到底有没有事？会不会？放心吧，命是保住了。玉清洛逆着他半晌，好一会儿才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叶修毒便对着他摇了摇头，弯腰抱着他走了出去。叶浩然有没有说过他们为什么会受伤？琉璃怎么会被伤得这么重？没有，他现在这种状况，恐怕你问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我知道你还有许多的疑问要问，不过现在不是时候，等到金琉璃醒过来了，再好好的了解清楚吧。你也累了，先吃点东西，再好好的睡一觉。我不吃了，你送我回房间休息一下吧。我担心琉璃半夜伤口感染发炎会出意外，我去睡2个时辰，养养精神。半夜还是要去守着他的。琉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放心不下他。你放心吧，
仅此一次。叶修毒拧紧了眉，抱着他往毒院的方向走。灵儿，你醒了，灵儿，太好了，你醒了，醒了就好。我来看看。叶浩然这次听进去了，立马起了身，给他让了位置。也不枉费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总算是顺顺利利的。星洛，别叫我，等你全好了，我再找你算账。对不起。玉清洛蹙眉，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琉璃这么严肃的对不起，似乎太过莫名其妙了一点。玉清洛，帮我好好的照顾灵儿，我有点事情要办。哎，你去哪儿啊？我去看看。砰的一声，娘娘，八王爷他……你先下去吧。婉妃这才慵懒地从榻上起了身。回来了，怎么这么大的火气？谁又惹得你不高兴了？还是说，这次你父皇派你去办的事情有些难办？要是实在有难处的话，回来和你父皇说说，让他换个人去。你的性子啊，散漫惯了，也不适合做那些个正儿八经的事情。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派人追杀我们？为什么要置灵儿于死地？你不是最是温柔的人吗？为什么你现在变成了这样？浩然，你在说什么呢？什么追杀？谁又是灵儿？你是不是在外边听别人说了什么？误会什么了？你还想装？都到现在了，你还在装模作样？浩然，不准这样和母妃说话。叶浩然将手上的袖子撩开，将伤口处往他面前递了递。这些是母妃留给我的，这些刀子砍在身上一点都不疼，真的，比起得知真相时，这点真的不值一提。婉妃的脸色终于控制不住地变了变。你怎么也会受伤？也所以母妃从一开始想要的只是灵儿的命，是吗？母妃是承认派了杀手来追杀我们了，是吗？母妃也想要我去争那个位置，是吗？母妃也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不是？是又如何？我早说过，我对那个位置没有兴趣，就算你压着我上了那个位置，我也很快就会被人拉下来的。只要你所有的兄弟都没了，母妃倒是想看看，谁还能把你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你疯了，你真的是疯了。疯？你错了，这20年来，母妃一直都很清醒，清醒地看着你的几个兄弟自相残杀，清醒地由着你游戏人间，躲避祸端，清醒地动手害人。所以前段时间那个阿福陷害离间5个和7哥是你做的，上次利用3皇子陷害玉清洛也是你做的。阿福、魏统领，甚至是早前在叶兰生的饭菜里下毒，临死之前还要陷害蒙贵妃的柯公公，他们全部都是你的人。对，萧妃不过是你的挡箭牌，她成了你的替死鬼。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那个世人眼里菩萨心肠的婉妃亲自设下的局。你错了，准确的来说，是本宫推他出去送死的。哼，从玉清洛知道叶兰胜身上有慢性毒药开始，我就知道有人定然会着手调查这件事。这事说到底，并没有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偏偏这件事情，你那个精明的五哥要横插一脚，要是深入调查，必然会查到我的头上来。既然如此，那不如主动推出一个凶手出来。萧妃，萧妃是个很好的棋子，这只能说明母妃的儿子十分出色，能让那样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他可是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一心只想着让你享受那至高无上的权利呀。阿福那件事是萧妃自作主张做的，她在知道玉清洛的身份，知道楠楠的身份后，就知道你最大的威胁就是你五哥，只是他还不够精明，这事儿在叶修毒的身上不起作用，甚至
还会让蒙贵妃和玉清洛两人联手查出谁是幕后主使。母妃不是很精明吗？既然如此，这件事情自然也可以遮掩得严严实实的。我为何要遮掩？母妃，你的野心我不会负责帮你实现的。吴哥小时候救过我的命，我更加不会去害他。母妃也收手吧，趁着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别再想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否则这些事情父皇终有一天会听到，到时候后果不是母妃能承受得起的。怎么，你要去你父皇那边告发母妃吗？你是我母妃，生我育我那么多年，我又怎么会去害你？只是儿臣言尽于此，母妃若是执意不改的话，儿臣只能远离帝都了。怎么，你不怕离开了帝都，那个女子再度遇到危险吗？若是如此，我就陪着她一块儿去死。儿臣告退。婉妃手指捏紧，眸光冰冷，盯着他远去的背影，深深的吸气。奴婢给娘娘请娘娘吉祥。吉祥？你不对本宫说实话，本宫还如何吉祥？娘娘，奴婢已经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了，奴婢说的都是实话。实话？那你和本宫说说，婉妃在不在你这实话当中？你背后真正的主子到底是萧妃还是婉妃？奴婢的主子是萧妃啊，娘娘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那日在灵台寺，奴婢也听了娘娘的话，配合萧妃把公主引过来，萧妃才看来你还是不肯说实话。本宫还觉得奇怪，阿福魏统领都是个硬骨头，你怎么就那么轻易的对本宫妥协了？原来从一开始你就在误导本宫啊！孟婆，把鞭子拿过来。娘娘，奴婢冤枉，奴婢冤枉啊！别打了，别打了，婉妃真是好手段啊！你们一个个的对她都死心塌地的，她只管一鞭子一鞭子的抽在她的身上，来发泄心里积压许久的怒意。老八，五哥，你找婉妃娘娘，是不是和金琉璃受伤有关？五哥原就是个聪明的人，恐怕早就想到了才是。可我不能说呀。五哥，你别问了，我明白了。五哥，帮我。如何帮？帮我和梨儿离开帝都，离开这儿，到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地方。我不赞同逃避的方式，我没有别的办法。五哥，只有这样，只有我消失不见了，他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可以寄托的人，他才能打消那些不该属于他的念头。我若是不离开，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帮着他，一个对付他。叶修独眯起眼，定定地看了叶浩然半晌后，我明白了，多谢五哥了。有人来了，你先走。可叶浩然还没来得及动作，远远的便传来一道声音：两位王爷，属下见过两位王爷。包大人有事？属下奉皇上的口谕，有请八王爷去赛场大殿。正好本王爷有事情向父皇禀告，既然如此，那就和八弟一块去吧。哈哈，王爷，皇上只召见了八王爷一人。皇上说了，修王爷就算去了赛场，皇上也不会见王爷的。五哥，你先回去吧，我没事的。包大人，走吧，请。2个时辰后，皇帝回宫，却带来了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八王爷被皇上关进了大牢，罪名是办事不力，有违皇命。王爷，我们现在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救八王爷？当务之急不是救出老八，他毕竟是皇子，父皇再震怒也不会因为这事儿就处决了他。那父皇不会杀老八，可对金琉璃却不会有丝毫留情的地方。王爷，既然如此，那得尽快让金姑娘离开这里才行。小嬷嬷说金琉璃伤势过重，
如今正是关键时候，无法移动，否则伤势恶化，恐怕就回颠乏术了。王爷，进来。彭应很快闪身进了书房，随即把手中的字条交给了叶修毒。八王爷偷偷让人传话给属下，说皇上大怒，根本就听不进他任何解释。八王爷还没说一句话，皇上就拿着桌上的砚台砸伤了他，数落了八王爷一大堆的罪状，二话不说把人直接打入了大牢。如今恐怕是要对付金姑娘的。八王爷请王爷无论如何保金姑娘一命。叶修毒捏紧了字条，随后放在烛火上烧成了灰烬。王爷，王爷，王爷，苗公公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走。几人出了书房的门，往前院走去，没走几步，便看到苗公公带着2个人往里面走来。奴才给修王爷请安，王爷吉祥。苗公公有事？奴才释放皇上的口谕，过来带一位姓金的姑娘前去皇宫。姓金的姑娘？修王府上有姓金的下人吗？杨管家貌似琢磨了一阵。回王爷，府上倒是有个姓金的下人，老奴去把人叫过来给苗公公瞧瞧。去吧。不过半刻钟的时间，王爷，人带来了。奴婢，你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叫金花。你抬起头来，让苗公公看看。苗公公，这可是你要找的女子，她是犯了何事？父皇要召见她。王爷，奴婢本本分分的一直在王府的厨房里烧柴，从未犯过事儿啊。王爷，你就别逗奴才了，王爷是个聪明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奴才要带走的是何人呢？本王确实不知。王爷，这么多年来，奴才也算是对得起你，求你别为难奴才了。这事儿要是办不好，奴才的小命可就不保了。王爷，看在奴才这许多年来尽心尽力的伺候您，对您忠心的份上，就当是救奴才一命，让那姓金的姑娘和奴才回去吧。苗公公才是让本王为难。既然是本王府上的人犯了事，那本王定然听从父皇的吩咐，亲自把人押着进宫。可苗公公这说的不清不楚的，让本王如何配合？怎么没看到天福公主？王爷，公主不在。那位金姑娘受了伤，青姑娘又是鬼医，必然是要给那位金姑娘看伤的。不知道从天福公主这边下手会不会容易一点？公公不是要找姓金的姑娘吗？怎么又问起青儿了？来见公主原本也是皇上吩咐的，皇上知道前些个日子玉大人去了，玉家就剩下年幼的小公子，天福公主认了小公子为义弟，为了小公子，玉大人的后事公主怕也操劳了不少。皇上知道玉家小公子遭逢大变，恐会悲伤过度，公主关心小公子想来也寝食难安，今日便让奴才过来代替皇上问候公主，请公主多多保重身子呀。王爷，不知能否让公主出来谢恩呢？劳烦公公了。杨管家，去转告青儿。金花，你也回去做事吧，这边没你的事了。是。苗千秋已经被请去了前厅，可心里却火急火燎的要跳起来了。苗公公，贵客。公主说笑了，老奴也是皇命在身，才得此机会出宫一趟，来王爷这边讨杯茶喝呢。公公还有事？前儿个老奴见到天宇国的二皇子，还与二皇子聊了几句呢。聊了什么？王爷，老奴能否和公主单独说几句话？叶修毒和玉清洛对视一眼，带着杨管家转身离开了前厅。公主，老奴这次过来是奉了皇上的口谕过来拿人的。公主是个聪明人，老奴不说，公主也知道老奴在找谁。这一次是八王爷惹怒了皇上，皇上说什么都想要拿下那位金姑娘。老奴是看着修王爷长大的，这么多皇子里面，修王爷最是沉稳内敛，也最是重情重义。老奴知道他会帮衬着八王爷，可是公主，皇上的命令那就是圣旨，违抗圣旨
可便是杀头的重罪。公主对王爷一往情深，必然是为王爷着想的，也为整个修王府着想的。公主，若是皇上因此事大怒牵连到修王府，那不只是王爷，就是小世子，恐怕也要遭殃了。公公的意思我明白，公公好意我和王爷都知道，可这府上确实没有一个姓金的姑娘，我也确实帮不了公公什么。唉，公主，老奴说的可都是……站在廊下的叶修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嘴角扯了扯，无声地笑了起来。青儿和金琉璃如同生死之交一般，怎么可能会让他身处险境？玉姑娘，不好了！怎么了？皇上中毒了，楠楠就在皇上的身边。什么意思？难道皇上怀疑楠楠下毒？不是，倒不是怀疑楠楠下毒，只是……玉姑娘，宫里的苗公公来了，现在就在前院，说是皇上召见。召见我？玉清洛踏进屋子时，就见一大堆的太医跪在地上，战战兢兢的。娘亲！皇帝摇摇头，让玉清洛上前来替他诊脉。娘亲，你是知道我身体的厉害的，我吃下一点点不好的东西就会肚子疼，可是这些庸医居然说我是半夜睡觉着凉了，根本就没有中毒。你说说，我睡觉向来都是要把床铺里里外外都堵严实的，连一点点的被角都掀不开的，怎么可能会着凉，对吧？而且娘亲，着凉的人会像我这样面色红润喜洋洋吗？会像我这样吃一颗药就能立刻起身吗？他们真是太笨了。乖，一边待着去。哦，皇上，近半年来是不是常常感觉到头疼？皇帝皱了皱眉头，他的头疼不适还真是从近半年内开始的。苗公公，把御膳房负责朕饮食的奴才全部带过来，你们几个全部给朕滚出去！王爷爷，你赶紧过来坐，不要发火了，对身体不好。我娘亲说，中毒的人要心平气和的，否则会加快毒素蔓延的。朕身上中的毒可有解的法子？有倒是有，不过缺一味药。那味药很难得。本来也不难得的，只要我说一声，这药便能到手了。可是现在情况有些复杂。如何复杂？那味药如今就在金姑娘的手上，若是以前以我们的交情问她要点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今皇上想要抓她，那她肯定是好一个玉清洛，好一个天福公主。就在这时，苗千秋带着御膳房的人过来了。说，你们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朕的膳食上动手脚？皇上，奴才冤枉，奴才什么都不知道啊！苗公公，把他们全部拖下去，给朕砍了！娘亲，你知道他们之中有谁下了毒吗？不知道。等一下，王爷爷，我有办法找出谁是凶手。哦，什么法子？楠楠却臭屁地走到那几个太监的跟前，来来回回10来趟之后，揪起一个人的胳膊，把他带到了前面来。皇上，小世子，奴才没有。哎呦，我知道你没有，你别说话。楠楠很没形象地翻了翻白眼，让他继续跪着。楠楠又重新走了回去，再度陆陆续续地扯出5、6个人，最后跪在原先位置上的人便只有一人了。就是你！奴才冤枉！你怎么知道是他动的手脚？我以前在皇宫的时候，常常溜到御膳房去找东西吃。王爷爷，你不要动我，不然我就不说了。有一天，我看到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在御膳房里面不知道做了什么，而且还在一个小石头缝里面藏了东西。我悄悄地去把石头撬开看了，不过嘛，里面没有银子，也没有吃的东西，全是些乱七八糟的，我就没管了。皇帝闻言，又问了楠楠那太监藏东西的地方，随后便让苗千秋去找小石头缝了。不大一会儿，苗千秋便脸色不善地走了进来。皇上，这是奴才在那小石头缝里面搜出来的东西。金姑娘，麻烦你看看这瓶子里是什么东西。是，和皇上所中的毒确实是一样的。这种毒药还算温和，只是每天一点点的吃下去，会让人感觉到头疼。
但是又查不出什么毛病来，症状和一般的头疼脑热差不多，太医顶多诊断出是劳累过度罢了。这样要是一直不停，过段时间皇上的情况便会加重，慢慢的身子就会垮掉，到头来要真的出个什么事情，最终的结果也只会说是积郁成疾，忧思过度，最终落得个为国为民的明君称号。说，谁指使你的？奴才不知道皇上说什么，奴才冤枉，皇上饶命啊！你别喊冤了，我亲眼看到你把小石头缝里面这个东西藏进去的，你还说什么都不知道？你赶紧说，不然大刑伺候。说，谁是你主子？没有人指使奴才是自己做的主。奴才未进宫之前，父母兄弟就是被皇上下令杀死的，奴才进宫就是给他们报仇来了。小饼子，你想做什么？包和风已经上前压住他，又重重的跪了下去。你个昏君，你残害我全家10几条人命，我恨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只是给你下个毒而已，已经算是便宜你了。你以为你是个东西吗？你是高高在上，可民间疾苦你知道多少？我父亲不过是变成一个小小的农人而已，他犯了什么错？诛人9族这种禽兽不如的刑罚，你说下就下，无辜之人死了那么多，你就能心安理得地坐在那个位子上，就不怕半夜里那么多冤魂来找你索命吗？我真是后悔没有下重的剂量，直接把你毒死。昏君！玉星罗见状不妙，他忙给楠楠使了个眼色，小家伙骤然跳到那个小饼子的面前，直接把人给劈晕了过去。皇上，怎么还有事？属下刚才走到殿门外，碰到了贵妃娘娘，娘娘似乎对小饼子颇为熟悉，让她进来。一踏入门内，皇上，臣妾听说有人要毒害你，臣妾真是担心的不得了。皇上的身子可还有不适，臣妾扶您回宫休息吧。有秦姑娘在这里，朕已经没事了。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谋害皇上？臣妾若是知道了，定然饶不了他。朕听包和风说你认识这小太监，还说他本事大得很，他如何有本事了？你怎么知道？这奴才明明是个阉人，心思一点没少，活络得很，居然还妄图染指臣妾身边的宫女，简直该死。他如何染指你身边的宫女了？这件事臣妾也是前2天刚知道的。臣妾身边的大宫女简香向来得臣妾十分的信任，可那日却无意看到她和这个小饼子在私会。简香如今人呢？臣妾知道她行为不检后便罚了她，如今还被关在怡兴宫内让人看守着。这简香到底是伺候臣妾多年，臣妾对她也多有怜惜，她若真的十分喜欢小饼子，也不是不可以成全她与他对食，只是这私底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是给臣妾脸上抹黑呀。可没想到这个小饼子竟然敢谋害皇上，简直该死。简香很快被带了过来，就被站在不远处的妃嫔议论开了。娘娘，兰芝，你悄悄地回去，把我暗格里的东西收回。可是娘娘，那里面的东西……别废话，赶紧走。该死的蒙贵妃，她竟然把简香留着，这次的事件果然是她搞的鬼。还不说小饼子在皇上的膳食中下毒，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你还想替他遮掩什么？若是再不老实，你和小饼子都只有一个下场，到时候本宫也救不了你。简香，你在本宫面前伺候多年，本宫也怜惜你，你若是知道什么，便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免得被小饼子牵连了。本宫知道你喜欢小饼子，可他呢？他做出这等事情，分明就是不把自己的性命，也没把你放在眼里。你为他付出再多，他也只是利用你而已，你明白吗？为了他这种人牺牲性命，不值得。看这情况，哪里是蒙贵妃和他讲道理，这分明就是一出十分精彩的双簧啊！这蒙贵妃应该是掌握了简香的弱点了，掐着他，让他替自己做事。皇上，娘娘，奴婢说，奴婢把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小饼子曾经告诉过奴婢，
他家10几口人被砍头时，他逃过一劫，是被人给救了。那人便是婉妃娘娘，所以婉妃娘娘是他的恩人，他会一辈子做牛做马的报答娘娘。婉妃？小饼子是婉妃的人，难道是婉妃指使他在朕的膳食当中下毒的？不，这怎么可能？婉妃温文尔雅，满腹才学，心思沉静，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等事情出来？简香，你休要信口雌黄，你是想陷害婉妃不成？你在胡说什么？小饼子怎么可能是婉妃的人？如果他真是婉妃的人，又怎么会和你说这些？奴婢没有说谎，平常小饼子也不会和奴婢说这些，只是他上次做错了事情，被婉妃训斥了一顿，他觉得对不起婉妃娘娘，便心情低落，喝了点酒，在奴婢面前吐露出来的。传婉妃进来。婉妃妹妹，皇上中毒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皇上的身子可好些了？有青姑娘在，臣妾想一定会没事的。臣妾回去会替皇上祈福，求上天保佑皇上身体健康，福泽绵长。婉妃妹妹又何必故作无知呢？这给皇上下毒之人可是妹妹你的人。贵妃娘娘什么意思？臣妾的人，下毒的人怎么可能是臣妾的人？臣妾对皇上一片担心，怎么会做出这等天打雷劈的事情来？是吗？简香，把方才说过的话再和婉妃娘娘说一遍。是。直至说完，婉妃才瞪大了眼睛。皇上，臣妾确实不认识这个小饼子，臣妾不知道简香为何要害臣妾。这些年来，臣妾一直待在自己的迎水宫，鲜少出去，已经如此安安分分，不争不抢了，为何却还是不肯放过臣妾？难道只是因为浩然出了事，有人就要落井下石，连臣妾都不放过吗？还是说因为前2日皇上歇在了迎水宫，让人心生不满，便迫不及待地想要陷害臣妾了？皇上，奴婢所说句句属实，若是不信，大可让小饼子和奴婢当场对质。皇帝点点头，让包和风把小饼子弄醒。小饼子，朕问你，你是不是和简香有私情？你进宫是不是为了报答婉妃的恩情？什么私情？什么恩情？我听不懂。我现在只想杀了你，杀了你！你这个昏君！宝王爷见状，上前直接甩了小饼子2个巴掌。再敢出言不逊，本王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小饼子，你就承认了吧，皇上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了，你若是还负隅顽抗，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你闭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这种人将来肯定要下18层地狱的，你不得好死，贱人，你不得好死！小饼子，咱们之间的情谊，你居然真的舍得全部抹掉吗？你怎么能这样骂我？亏得我还替你隐瞒一些事情，你简直太狠心了！你还隐瞒了事情？你说，你还隐瞒了什么事情？小饼子上次和奴婢说过，婉妃娘娘有个小册子，里面记录着许多名字，那些人都是婉妃娘娘的人，各宫各殿，甚至是各个王府都有，不止御膳房。你在说什么？这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是不是如此？婉妃急忙摇头，幸好方才她反应迅速，感觉到不对劲，便立刻让兰芝回了迎水宫销毁那本小册子。皇上，臣妾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小册子，这丫头一派胡言，当真是想要陷害臣妾啊！你去迎水宫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看看有没有简香说的小册子。苗公公也一块去。是。皇上，臣妾多年来安分守己，独居一隅，就连迎水宫都鲜少踏出，如今被人设计陷害，浩然又被关在牢里，皇上却连臣妾的辩解都不听，让人搜查臣妾的迎水宫，如此羞辱，
臣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婉妃何必如此？朕只是想要查清楚事情真相，搜不出那本册子，自然会还你一个清白。这不是也在替你洗刷冤屈吗？半个时辰后，包和风和苗千秋一块从外面进来。如何了？皇上，属下搜查了整个饮水宫，最后在婉妃娘娘的床下的暗格里找到了这个册子，以及300万两的银票，还有几个药瓶子。婉妃大惊，她中了蒙贵妃的诡计了。奴才和包大人刚走到饮水宫门口的时候，就见婉妃娘娘身边的大宫女兰芝正紧张地想要把这小册子拿出来销毁，许是知道御书房这边的动静，她焦急跑回去的，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被奴才和包大人逮个正着。那兰芝看到奴才几人进去搜查，想把小册子扔到窗外的荷花池里，幸好包大人武功高强，将小册子及时抢了回来。只是兰芝见事情败露，直接一头撞柱，当场死亡。婉妃，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臣妾什么都不知道，臣妾不明白，为何臣妾的床下会有暗格？臣妾也不明白，为什么兰芝会知道那个暗格，并且在包大人和苗公公去的时候打开。臣妾不明白，到底是谁对臣妾有如此大的深仇大恨，要这般陷害臣妾？求皇上为臣妾做主。你不知道，好，朕就让你知道。叶浩宝，儿臣在。按照这册子上的名单，把人全部给朕抓起来，好好的审问审问，他们到底是谁的人。儿臣领旨。包和风，属下在。带婉妃回饮水宫，让人将饮水宫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出，直至这件事情彻底查清楚为止。皇上，臣妾冤枉，臣妾冤枉！皇上再也不理会他，直接让人带走。饮水宫狂风暴雨倾盆而下。娘娘，属下带你离开。你走吧。娘娘若是不走，恐怕活不过今晚。皇上他……本宫知道，你们走吧。以后浩然便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暗中保护他的安全，他想做什么也由着他吧。他不再理会黑衣人的欲言又止，转身离开了内室。饮水宫的宫门大开，婉妃的身影刚出现，就被面前的侍卫给拦住了。婉妃娘娘，皇上有令，娘娘不得踏出饮水宫半步。本宫知道，本宫要见天宇国的天福公主，关于皇上身上所中的毒，有些话想要和她说。听说是关于皇上身上的毒，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当即便去禀告了皇帝，还是让人去修王府传玉清洛进宫。侍卫打开门，婉妃坐在椅子上，手上还拿着一本书，娴静优雅，一如往常。饮水宫的门再度被打开合上，斜风细雨被挡在门外，只有细微的雨水滴滴答答地从屋顶滑落。本宫闲来无事，喜欢看书作词，也喜欢泡茶，味道甘冽清甜的，连皇上都赞不绝口。亲姑娘尝尝。放心，没毒。本宫这宫里已经被彻底的搜查，那些危险的东西也全部在皇上那里了。娘娘找我有何事？不过闲聊2句。我还以为娘娘此刻应该不在饮水宫了呢。婉妃挑眉，把手中的书放下。亲姑娘此话怎讲？娘娘多年的精心布局，如今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可娘娘手上的死士应该还不少吧？他们要把娘娘救出皇宫，似乎并不是难事。是啊，要离开皇宫，确实不是难事。可是离开了呢？本宫这么多年的心血，便是想要浩然名正言顺地登上高位。亲姑娘，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交易？哼，娘娘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吗？自然有，恐怕还是亲姑娘迫不及待的想要的东西。娘娘的要求是什么？保住叶浩然。好，本宫也不会要你们为难。本宫知道浩然以后的生活不会再和如今一样，只是希望他生活的自在一点。毕竟他还是本宫最疼爱的儿子。
我明白了，青姑娘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在找人？玉星落一愣，豁然瞪大眼睛。青姑娘在找一位叫做葛嬷嬷的人，是吗？你，如果本宫说本宫知道她的下落呢？葛嬷嬷在哪儿？本宫知道的不多，只是根据本宫的消息，葛嬷嬷在3个月之前去了蒙族。葛嬷嬷是蒙族人，青姑娘知道吗？娘娘为何会知道我在寻找葛嬷嬷？本宫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希望青姑娘能早日找到葛嬷嬷，说不定青姑娘找到葛嬷嬷后，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本宫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青姑娘请自便吧。玉清洛慢慢地站起身来，眸光在整个屋子里掠了一圈，才转身离开了迎水宫。葛嬷嬷如今的状况似乎并不好，青姑娘还是尽早把人带回来吧。玉清洛背对着她，并未回头，下一刻陡然深吸了一口气，开门走了出去。娘亲，怎么了？有人靠近迎水宫吗？娘亲你放心，我在这里呢。倒是有个人想要靠近，不过那人好像一看到我站起来就走掉了，这才牵着他往外走。没人靠近便好，没人听到他和婉妃说的话，那便好。娘娘为何要告诉他葛嬷嬷的下落？蒙贵妃当真以为陷害了本宫就能高枕无忧了？本宫倒想看看，玉清洛找到了葛嬷嬷，他还能不能这般得意？本宫要让蒙贵妃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上，这样才算是报了本宫今日之仇。娘娘为何不告诉他，我们埋在修王府内的眼线是谁？那人反正也已经背叛了你。我为何要说？我若是说了，修王爷很快便能揪出那人，到时候蒙贵妃还如何利用那人在修王府中作威作福，又如何挑战修王爷的底线，让他下定决心对付蒙贵妃呢？你走吧，记住好好的保护叶浩然，若是有人想要暗中伤害他，不惜一切保住他的性命。是。人便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迎水宫内。当天晚上，皇帝对婉妃的处置也到了。苗公公端着一条白绫，眸光冷沉地来到了迎水宫。劳烦公公了。娘娘走好，送一送婉妃娘娘吧。看在本宫平日里对公公还算友好的份上，等到本宫去了，把那本书的后半部分烧给本宫吧。说罢，婉妃最后看了那本书一眼，抓着白绫将头伸了进去，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苗公公，婉妃娘娘已经没气了，后面的事情你们两个处理了吧，小心着点儿。苗公公说完，撑开了伞，大步地走向倾盆大雨中，朝着御书房走去，去跟皇上复命去。你们在聊什么呢？啊，我刚才看到楠楠拿着金锁片，问他。是啊，那金锁片是婉妃娘娘送给我的。看到那个金锁片，我们就想到八叔了。我们刚刚在聊八叔呢，八叔现在还关在牢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作为八叔最疼爱的侄儿，我们有必要关心一下他有没有吃饱穿暖，有没有受到什么委屈，有没有因为婉妃娘娘的事情变得不开心。青姨来找楠楠是有什么事情吗？是有点事。那青姨和楠楠说话吧，她因为八叔的事情也挺纠结的。我还有2张《论语》没读，就先回去了。玉清洛对着他笑了笑，让身后的萧嬷嬷给他打伞送他回去。楠楠，你说上次蒙禄给了你一样信物是不是？楠楠，是的，上次陆爷爷是给了我一块牌子。娘亲，怎么了？好半晌才站起身，缓缓地走到窗边。我们要去一趟蒙族。去蒙族？娘亲，你不是说咱们永远都不会去的吗？你葛奶奶如今就在蒙族，而且
可能会有危险。有葛奶奶的下落了，娘亲，是不是真的？葛奶奶真的在蒙族吗？那咱们赶紧去吧。娘亲，我那件很帅气的衣服好像在你那里，那个是一定要带上的。娘亲，我们要带多少银子啊？哎呀，反正银子都在你那儿，你自己决定吧，不要冷着饿着我就行了。娘亲，我没有珍珠粉了，你回头给我一点，我要抹得白白的去见葛奶奶。娘亲，我这1个月里的东西好像多起来了，都是比较重要的，也舍不得扔，大概还要用2个大箱子来装的。算了，还是单独给我空出1辆马车来装东西吧。娘亲，我没说现在就动身。啊，不是现在动身啊，咱们不是很急的吗？现在叶浩然还关在牢里，也不知道皇帝要如何处置他，这个节骨眼上是走不了的。总之，你这几天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我只是和你说一声这个事情，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还有，这件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爹爹。我知道了。皇上明日应该就会审问你八叔，这事儿拖不了多长时间。你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也可以悄悄地收拾好了，不过最多带1个包袱，听到没有？臭小子，还妄想单独1辆马车，开什么国际玩笑？到时候给你连人带东西一块丢下去。楠楠有些委屈的应了声，垂头丧气的又去扒拉衣柜了。爹爹，我听说你回来了，什么东西啊？你偷偷的在吃什么东西？爹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好东西吃，你居然藏着掖着，自己一个人独享，你也不想着你的宝贝儿子。你明知道我嘴馋的，你这样不仁不义的行为，我要唾弃你。要不是我刚才看到你的嘴巴在动来动去，我都不知道你竟然瞒着我这么大的事情。叶修毒眼眸子一瞪，端起桌子上那1小碗酸梅子递给他吃。这东西吃起来好酸的，我的牙会不会酸的掉下来？爹爹，你都一个大男人了，居然喜欢吃这种女孩子吃的玩意儿，你真是，我还是唾弃你。你什么时候喜欢吃这么酸的东西了？好吃啊，他只是觉得最近的嘴巴有些淡，用来提味的。娘亲，这是你吃的？爹爹，我知道了，娘亲肚子里一定是有我妹妹了。他们都说肚子里有孩子的女人都喜欢吃酸的东西，一定是的。他说完又小心翼翼地去摸玉清洛的肚子。妹妹，你要听话哦，要乖，等你出来了，我就买好多好多的东西给你，我会好好的疼你的，你放心吧。我肚子里没有妹妹，谁跟你说有孩子的女人喜欢吃酸的东西的？棉花糖叔叔说的。没事，哥哥等你出来了再摸摸你，反正现在隔着肚皮摸的也是娘亲的一层赘肉。赘肉？玉清南，你给我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娘亲，你要冷静，你生气不要紧，可是你要是脾气这么暴躁的话，会影响我妹妹的，万一她以后变得和你一样怎么办？我还想培养她变成大美人呢。好了，别惹你娘亲了，来，你告诉爹爹，你是不是很想要个妹妹？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只是走了几步后忽然又回过头来。上官景的答谢宴不许去。慢慢远去的父子2个还在嘀嘀咕咕地说着话。然而2天后，叶浩然的处置下来了。皇帝昭告天下，八王爷叶浩然从今日起被贬为庶民，和皇家再无干系。你有话和我说，没关系，你说吧，我心里有准备的。毕竟这段时间一直也没看到他出现，你们又都三缄其口，我知道一定出事了。好啦，别笑了。其实虽然是出事了，不过对于你们来说大概也不是什么坏事。不是坏事？那他有受伤吗？没受伤，不过在大牢里待了一些日子，精神估计不会太好。还有婉妃死了。婉妃她……这婉妃娘娘也是大胆，竟然真的对皇帝下手。那毒药其实半年前婉妃就让小饼子在皇上的膳食里下了，如今知道叶修毒回来了，又带了个我，婉妃心里有所顾忌，这才让小饼子把药给停了。只是简香背叛了婉妃，蒙贵妃便是抓住了这一点，让人给小饼子传了话，重新下手。
说起来，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婉妃确实做了，也不算是冤枉了她，只是蒙贵妃在后面推波助澜，让事情暴露了而已。你好好休息，我想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到时候再好好的聊吧。次日，修王府中果真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叶浩然，躺在金琉璃的身边，只是抬头看着头顶上的床帐，表情木然。金琉璃搂着他的腰，枕在他的肩膀上，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安静地抱着他。我母妃没了。金琉璃心中一痛，猛地搂紧了他，即使身上的伤口发疼，他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离儿，我只有你了。我会一直陪着你，会一直在你身边的。浩然，我们去江城吧，好不好？于是5天后，叶浩然带着金琉璃辞别了叶修毒，朝着江城出发。而他们走后2天的那个晚上，玉清洛悄悄地摸进了楠楠的房间，把她从床上揪了起来。起来，快点！娘亲，醒了。娘亲，天都还没亮呢，你这么早叫我起来做什么？我好困啊。天马上就要亮了，你爹爹这个功夫都进宫了，赶紧的，我们要趁着你爹爹不在府里，赶紧离开这里。离开这儿？娘亲，你说离开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我前些天让你整理的包袱都整理好了吗？都在这里了。娘亲，我们现在就要去蒙族吗？现在就要去找葛奶奶吗？娘亲，你要趁着爹爹不在的时候走。你没和爹爹说啊？王府后面有辆马车，你把你那个包袱先拿到马车上去。可是这个好重的，谁让你带这么多东西了？你拿出一半不就不重了吗？算了，我辛苦一点，扛出去吧。说着，当真把包裹拽紧，哼哧哼哧的开始往外面拖。修王府的大厅里，此刻却站着2个同样面色不善、阴沉对视的男子，互相仇视着对方。摄政王既然身子还没全好，那便在驿馆里好好养伤才是，怎么反倒是跑到本王的王府来了？若是出个什么事情，本王可担当不起。本王不过是请亲姑娘吃顿饭表示感谢，毕竟亲姑娘救了本王的命，修王又何必拦着呢？摄政王说笑了，青儿这几日忙得很，实在抽不出空来。再说了，青儿也收了摄政王的银子，已经2清了，何必还要吃个饭呢？忙？既然忙，今日又如何有时间去赛场看比赛呢？摄政王说这话的意思，倒是让本王觉得，在青儿的心里，比赛要比摄政王的宴会更加有吸引力啊。叶修毒，王爷，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关于青姑娘的事情的。本王还有事，就先告辞了。摄政王慢走。上官锦也不再停留，带着虎卫军头也不回地走了。王爷，天宇国的2皇子来了。唐慕天几乎不来修王府。主子，属下失职，请主子降罪。什么意思？属下今早亲自送了玉姑娘和楠楠去了赛场，也是亲眼看到他们进去的。只是亲姑娘说等到比赛结束会和主子一块回府，让属下先回来。可是方才主子进来，属下却没看到玉姑娘和楠楠，而现在府里也没玉姑娘和楠楠的身影。你再告诉本王，青儿和楠楠失踪了。唐慕天就在这个时候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青洛现在不在修王府内。叶修毒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赶紧把门关一下。唐慕天的手中拿着一封信，直接拍到了叶修毒的身上。真是太不像话了，你说说，这女人是不是太无法无天了？居然跟我说还没做好成亲的准备，要出去走走，让我来善后。这是逃婚了？莫贤正想着，大厅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开门去。外边是脸色慌乱的萧嬷嬷。老奴没看好公主，没好好的把规矩交给公主，请2皇子降罪。行了，你起来吧。萧嬷嬷，你知道青洛走了？老奴刚刚收拾了一下公主的屋子，在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叶修毒一把夺过字条，
上面的意思和刚才唐慕天给他看的信意思差不多。这个没良心的女人啊，同样的意思，写给我的就是硬邦邦的，写给你的就是百转千回，还给你道歉让你体谅。她怎么不叫我体谅了？竟然还和你说善后的事情全部交给我，让你什么都不用管。她倒是为你想的周到啊！什么叫做当初是我设计她当了这个天福公主，设计她莫名其妙的成了赐婚的主角的？这一切可都是叶修读你的主意，她竟然全部栽到我头上来了！她真是……莫贤，去拿纸笔过来。你不生气，不用派人去找找。生气也要当着他的面生。等找到他的时候，他会让他好好的体会一下他生气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的。快马加鞭，把这封信连夜送到湖城，亲自交给本王的老师。莫贤应了一声，立刻牵了马，片刻都不敢耽搁的离开了修王府。然而次日一早，宫里却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叶修读的恩师命在旦夕，鬼医青姑娘为了未来夫君修王爷能够恩义两全，不惜推迟婚期，同修王爷一起去了湖城，亲自替早就致仕归隐的云老先生看诊救命。消息传得满城风雨之时，王爷，咱们这是去哪儿？蒙族，这孩子也是可怜的，那人骂得太过分了吧？是啊，不就是躲在他马车里面吗？用得着这样吗？你们知道个屁呀！这个小乞丐竟然趁着人不注意，半夜躲在我马车里面，我这可是要往帝都做生意去的，万一在进城的时候被官兵发现了，指不定还以为我窝藏罪犯呢。你们看看他这个样子，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这位大哥，他都这么可怜了，你就别怪他了，他也不是故意躲在你马车里的，说不准以为是好玩呢。娘亲，娘亲！玉清洛微微弯下身子，将耳朵凑近他的唇边。娘亲，那个小女孩好像就是昨天在路上被人追杀的人。唉，算了，那我回去，我警告你啊，以后不准再走在我马车里了。走。娘亲，你看那是太监。顺着楠楠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真看到了那个小女孩腰间的那一块和楠楠一模一样的花形胎记。玉清洛不由自主地往前跨了一步。小二哥，这孩子交给我吧，看他挺可怜的，我带他去看看大夫。切，你倒是个会多管闲事的。既然如此，那你把这孩子带走吧，看着点，别让他再到这里来打扰其他客官。走，先回客栈。好嘞。回到房间后，玉清洛便让小二打了水，亲自给他洗了个澡，换了身衣物。这一整理干净了，他才发现眼下的孩子竟然说不出的精致好看。蒙族的孩子似乎都有一副让人艳羡的好样貌，蒙贵妃如此，叶修读如此，楠楠也是如此。娘亲，我去楼下小二哥哥那里要了点吃的东西来，你快点把人弄醒，让他吃点吧。你看他饿的，居然都去吃袖子了。娘亲，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娘亲，你都要被他甩出去好几条街了呢。有本事，你倒是再说一次。楠楠委屈地嘟着嘴，躲到一旁的桌子上去吃东西了。吃了2口，忽然又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娘亲，你给他看看，你看看他那个痴傻的病能不能治？我个人觉得吧，他长得那么好看，但是个傻子的话就太可惜了，将来很容易被人贩子拐走拿去卖的。你要是治好他的病，那就是功德一件，为我积福了。我为什么要给你积福？不过虽然很不满楠楠说的话，却还是伸出了手给那小女孩把了把脉。娘亲，怎么样？她这病能治吗？玉清洛收回搭在她手腕上的手，轻吐出一口气，却微微地摇了摇头。他坐上床，拉着那个小女孩的手，唉，万般都是命啊，这也是你造化不好，大概是上辈子好事做得太少了。不过没关系，这辈子我拉着你多做一些善事，下辈子你就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而床上坐着忽然醒过来的小女孩，此刻正抓着被子戒备地盯着他们2个人。你觉得你一个人在外面装傻充愣的就能过一辈子吗？娘亲，你快点来帮我一把呀，我抓不住了，万一我被他打残了，以后就没有儿子给你养老了。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吧，
那可不行，他现在和我是同一国的人，他身上有胎记的，又有人要追杀他，不能放走的。再乱跑乱动的，我就削掉你一只手指。我是大夫，知道你的痴傻是装的，听得懂也看得懂我的意思。小女孩还想要装疯卖傻的动作陡然一停，坐在床的角落里戒备地盯着他和楠楠。我知道你在被人追杀，我也知道你是蒙族的人，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独身一人了吧？你看看，你刚才动来动去的，头发和衣服都乱了，又难看了。吃点吧，你看起来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我知道你还不相信我们，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你不想饿死的话，就只能先听我们的。你是不是怕有毒啊？那我吃给你看，没毒的。这一半给你啊。果然没多大一会儿，后边便传来了窸窸窣窣吃东西的声音。他笑了笑，他想，那孩子是个十分聪明的，小小年纪装成傻子倒是十足实，似乎能瞒住所有的人一般。到了下一个城镇，天色正好暗了下来，将孩子抱到床上休息后，玉清洛便出去了。楠楠守在床沿好一会儿，看他也没有要醒的意思，这才叫小二哥打了水进来，自己躲到屏风后面洗澡去了。屏风后面忽然传来细微的声音：“你醒了？我跟你说，房间的门已经给我娘亲锁起来了，你开不了的。这边是3楼，你要是从窗户跳下去的话，不死也会残的，到时候就真的没人能够救得了你了。”他话音刚落，门口那边便传来了哐啷哐啷的声音。都跟你说了拉不开的，你力气那么小，又没办法把门给破坏了，怎么可能出得去嘛？小女孩陡然松开了放在门框上的手，抿着唇瞪着眼睛，好一会儿后又重新走了回来。啊，你拿我衣服干什么？你还给我，不然我怎么出来啊？还有，你羞不羞？竟然跑到这里来偷看我洗澡！你放我离开，不然我就把你的衣服丢下去，让你光着身子出去。你把衣服还给我，不然你会倒霉的，你一定会倒霉的。你放我离开，不然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光着身子的样子。你不要脸！只得抓起一旁那块擦澡的小帕子，磨磨蹭蹭，小心翼翼地从浴桶里面出来，用帕子遮住自己的重点部位，踩着小碎步走出了屏风。你快点把衣服还给我，我这样子没办法走路的。哎呦，感觉屁屁凉飕飕的。他的大包裹都放在衣柜里，而衣柜被那个小女孩给挡着了。喂，我跟你说，你想干什么？非礼了！那小女孩竟然疯了一般的冲到他的面前，一把把他压在地上，甚至直接扯掉了他用来遮羞的小帕子。楠楠惊恐了，手忙脚乱地护住自己的命根子，一副誓死捍卫自己贞操的模样。我告诉你，我年纪还小，不行的。小女孩拨开他的手，眸光定在某一点，一动移不开。楠楠啊了一声，也顾不得许多了，直接推开他，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如今衣服全部洒在地上，他急忙捡起来，快速地系在了腰间。我和你说，女孩子要知道什么叫做矜持，要懂得不能随随便便地和男孩子接触。虽然我是英俊不凡了，可我有节操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人扑倒在地上那啥的。还有啊，你这样的行为要是传出去了，对你的名声很有影响的，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知道吗？不过看在咱们是一伙的份上，今天这事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为了自己的名誉也要守口如瓶，知道吗？我还真是替你操心来着。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花心胎记？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原来他感兴趣的是自己的胎记嘛。所以我上次不是和你说了吗？我跟你是同一国的，我不会害你的，你还不相信了？怎么会呢？你才那么小，蒙族自从20年前出了一个花心胎记的男子之外，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你才5岁，你怎么会？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哎呦，你这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陆爷爷上次也跟我说，蒙族除了我，就只有20多岁的胎记男子了。你说这不是坑我吗？亏他还是蒙族族长呢，原来就是在骗我。对，一定是在骗我。他在夺取我的同情心，他要趁机拐我去蒙族，才会蒙我的。你刚才说什么？楠楠一脸的茫然，只觉得手腕上疼得厉害。这个人不是没功夫吗？怎么手劲儿这么大？你刚刚说的陆爷爷，你说蒙族族长，你认识蒙族的族长？认识那么一点点。你放手，要废了！小女孩忙松开手。你带我去找蒙族的族长好不好？楠楠诧异，还没来得及说话，便看到娘亲提着2个油纸包走了进来。看到坐在床上的2人时，玉清洛惊了惊，再看到楠楠那要裸不裸的模样，更是羞愧难当。家教不严呐！穿上，这像什么样子？楠楠和他说了什么了，让他突然这么安分地坐在那儿？过来吃点东西，你要的小吃都在这里。楠楠欢呼一声，立刻去翻桌子上的东西。虽然你刚才那个啥，不过你也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吃点吧，很好吃的。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咀嚼了2口后，才默默地抬起头，忐忑不安地看了玉清洛一眼。能不能麻烦你们带我去找蒙族的族长？我知道这要求有些过分，不然你们告诉我，蒙族族长具体在什么地方？在此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你是谁？我叫蒙罗玉，是蒙族人，因为家里一些复杂的原因逃了出来。那些追杀你的人又是什么人？那些是大夫人派来的人，因为我身上的胎记，大夫人容不下我。蒙族族长不知道你身上有花形胎记是不是？除了大夫人和我身边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齐妈妈说，要是想保住我的性命，就只有想办法见到族长才行，族长不会让人伤我半分。所以你才会让我们带你去找陆爷爷。我在家里行动有限，更加没办法见到族长。这一次是杨叔偷偷的打听到族长去了风苍国帝都，所以才想方设法的带我逃了出来。只是没多久就被大夫人找到了，他这次下了杀手，让人追杀我们。你们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日子吧？路上追杀我们的人有好几波，我们没办法一直赶路。杨叔叔和秦妈妈都已经，我们在路上耽误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可是陆爷爷早就回了蒙族了。你是说他已经不在帝都了？你怎么了？你别哭啊，没关系的，咱们再回蒙族找他嘛，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蒙罗玉摇头，身子颤抖得更加厉害，片刻后更是如同小兽一般的呜咽出声。他不敢大声的哭，这种压抑的哭声已经是他的习惯了。真的，你别哭了，反正我们也要去蒙族嘛，带你回去也可以的。不是，你不明白的。蒙族族长所住的地方，一般人都接近不了的。真的回了蒙族，我根本就见不到他。而且我一旦进入了境内，大夫人肯定会知道，他绝对不允许我活着见到族长的。秦妈妈和杨叔，他们为了我都白白的牺牲了。不会的，你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安全的，我保证，我娘亲也会保护你的。我跟你说，我和我娘亲都可厉害了，保证把你平平安安的送到陆爷爷那儿。你接近不了陆爷爷，我可以接近他嘛，我带你去，娘亲是吧？我们会保护他的，我们会带你去找蒙路的，你放心吧。秦妈妈和杨叔不会白白的牺牲，
他们将你送到了这里，我们会接着把你带到猛族族长的手里。放心吧，别哭了。乖，我们在你身边，不用害怕的。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不过楠楠自认为是小男子汉，他说过的话必然会实现的。楠楠在一旁很用力的点点头。娘亲简直太识时务了，想哭就哭出来，不用这样憋着，我们不会笑话你的。不过等你明天起来以后，要告诉我你所有的事情，否则我们要是遇到大夫人的人，应付起来会比较困难，懂吗？明日一早，我们买些香烛纸钱的，给你齐妈妈和杨叔烧一点，咱们就启程去蒙族，知道吗？蒙罗玉用力地咬了一下唇瓣，哽咽着嗯了一声，眼泪又控制不住地拼命流淌下来。主子，咱们这样日夜兼程，怕是已经赶到玉姑娘和楠楠前面了，行程要不要慢下来一点？是啊，主子，玉姑娘带着孩子，楠楠又是爱玩的性子，恐怕不会这么快的。你和文天带着月心、萧嬷嬷、红叶晚走一步，我们先走。不行，主子，属下要跟在你身边。我身边还有沈英和彭英，人少一点，目标也没那么大，赶路更方便。可是，好了，月心这一路上没少遭罪，你看看她，今早秃的脸色都发白了，你又放心不下她，而且萧嬷嬷年纪也大了，她可是玉姑娘的恩人，不能不顾她吧？文天虽然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可毕竟受过伤，如无必要，腿脚还是不要太过用力比较好。这么算来，就你一个主力了，你肯定要留下来保护他们的，对吧？属下遵命。叶修独挥了挥手，抓着字条，独自一人站在山丘上。你看，这是毒药，这是匕首，这是小圣上送给我的小风车，这是平哥哥送给我的夜明珠。这个很值钱，要不是我看它实在好看，舍不得卖，它早就变成我的银子了。还有我的几件小衣服，是萧嬷嬷买给我的，这个是爹爹给我做的。说起来，我都有些想念我爹爹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的气，毕竟我都不告而别了。说起这个，我就有些不满了。娘亲，你真是太不厚道了。我怎么了？你自己给爹爹留了字条，你也不晓得提醒我一声，我好歹也能给爹爹留那么一句话呀，一行字也行啊，这样爹爹至少知道我心里是有他的。玉清洛不想理会他，又闭着眼睛养神去了。停车。楠楠歪着脑袋偷偷地往外面看了一眼。娘亲，我粗粗地数了一遍，大概6、7个人。玉清洛点点头，掀开了车帘子。几位有事？劫财还是劫色？不过我2样都没有。姑娘，你还是乖乖的把里面的小孩交出来吧，否则今天怕是要受些罪了。楠楠，找你的。找我的？站在车辕边叉着腰问，你们找我什么事？我不认识你们，要签名也不会给的，我很忙的。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你们也真是不讲道理，你们说让我把里面的小孩子交出来，我听话了，乖乖的把人给叫出来了，你们反倒还不满意了。别给我装傻充愣的，我要的小孩子是个女的。玉清洛扭头看向楠楠，那要不你委屈一下，暂时装个女孩子。娘亲，这么不人道的事情，你怎么舍得你儿子做？那牺牲得多大呀！车内的蒙罗玉听得一愣一愣的，他有些焦急，手指揪着衣服下摆，内心却在天人交战。他不想白白的牺牲性命，可是青姨和楠楠这般维护他，他又不想连累他们也一块把命给丢了。老大，别和他废话了，看他们的马车破破烂烂的，孤儿寡母的身边也没个护卫守着，他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人，就算在这里死了，恐怕也没人愿意给他们收尸，更不会有人追究他们的死因的。既然姑娘这般不识抬举，那我们也只有得罪了。要怪就怪你们多管闲事，出门在外也不晓得什么叫做明哲保身，到了阎王爷那里可要好好的说清楚，到底是谁连累了你们，把他们全部杀了，一个不留。然而就在这时，马车的帘子再度被掀开，露出了蒙罗玉那张苍白的小脸。你们住手，我自己出来。玉清洛蹙眉，伸手想把他推进去，可蒙罗玉却直接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你这是做什么？我想过了，与其3个人都被杀了，还不如我自己出来。青姨，你放心吧，我能保住自己的命的。我知道你们想要我的命，不过你们想过没有，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们现在杀了我，万一事情哪天暴露了，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你们。你们还不如把我带回去，直接交给大夫人处置，如何？玉清洛笑了起来，这孩子真的是十分的聪明啊！和他们说那么多做什么？我直接弄死他们！好了，你脚崴了吧？我给你弄一下。因此，玉清洛直接抱着蒙罗玉坐到一旁的一个大石头上。青姨，楠楠他会出事的。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这脚崴成这样了，你都不觉得痛吗？现在要是不好好的治疗，你打算接下去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不成？哎呀，青姨，我的脚没事，你赶紧叫楠楠回来。他们武功很高的，杨叔就是死在那个领头的男人的剑下，全身都是血。楠楠他青姨，别动，我给你推揉一下。我都这个节骨眼儿了，青姨怎么还在关心他的脚呢？楠楠很危险的。楠楠就站在那几个人面前，1、2、3、4、5、6、7、8，咦，有8个人啊！我还以为只有7个呢。我刚才匆匆一看，都看错了。哎，算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吧，问题应该不大，我应付得过来的。小东西，你真是不知死活！他提着剑，直接架在了楠楠的脖子上。小东西，知不知道刀子切开肉是什么滋味？那声音嘶嘶的，你说我是直接砍下你的头给你个痛快，还是让你听听这样的声音？青姨，那剑，楠楠，你动作快点，我们还要赶路呢。要是再耽搁下去，今晚又要在外面露宿了。啊，露宿？其实我觉得露宿挺好的，我上次差点抓到一条竹叶青了呢。你要不动手，我自己来。啊，我知道了，娘亲，你别急嘛。不大一会儿，便接二连三的响起一道道的惊叫声。你是陆家的孩子？我姓玉，才不是陆家的孩子呢。你刚才不是问我刀子切开肉是什么样的感觉吗？你要不要试试啊？青姨，楠楠会武？他爹爹教过他一些，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人也教过他，应付这几个人应该足够了。楠楠脚步那么快，那青姨不是更加厉害了吗？我比不过他，我可没有他那么高的领悟力，更没有他的身手，所以这一路上他是我们俩的保镖，你就给他一个逞英雄的机会吧。他不知道有多想要这种英雄互美的机会呢。放心吧，他手段多得很。楠楠，你磨磨蹭蹭的做什么呢？你等一下嘛，我的宝剑还没拿出来呢。你们的死期到了。死期？他手指间已经捏上了银针，那男人敢再进半分，便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楠楠冷哼一声，手下的剑花舞得眼花缭乱，没多大一会儿，所有的人便都被他打趴下了。娘亲，这些人怎么处理啊？你说呢？这些人是对付你的，你来说，要怎么处置他们？我怎么处理？他也不知道。扶他先上马车。哦，好嘞。你也别担心啦，我娘亲很会做这种善后的事情的。以前我闯了祸，都是娘亲帮着善后的。楠楠以前常常闯祸。玉妹妹，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叫我南哥哥啊，正好我姓玉，不然你也可以叫我玉哥哥。玉哥哥，玉妹妹，很不错的。青姨会怎么处置他们？我觉得吧，那几个人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这次没得手，下次还会追杀我们的。而且他们还杀了你的杨叔叔和齐妈妈，对吧？人太坏了。我娘亲不是好人，尤其是对付威胁我们生命的坏人，她都不会手下留情的。他说着，用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笑眯眯地转身躺下了。这地方杳无人烟的，好像一整天都难有一个人经过呢，是不是？所以你们才选了这个地段拦下我们，想要取我们的性命，是不是？所以，要是你们死在这里，估计一时半会儿怕也不会被人发现，是吧？你想，你知不知道我是蒙族的人？当然知道，不过蒙族的人又怎么样？
我都给蒙族的族长下过毒，更何况是你们。你认识族长？是啊，难道你们没发现方才我儿子的武功有些奇怪吗？你没见过？那好像是个叫蒙路的人教他的，他学得挺快的。玉清洛笑了起来，趁着他愕然之际，一颗药丸从他手中弹出，直接进了他的嘴里。你给我吃了什么？你等一下不就知道了。你杀了人家秦妈妈和杨叔，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呀。他说完，又起身去了其他几人的面前，正好8颗，全部塞入了他们的嘴中。放心吧，这药效很快，你们不会痛苦的。半个月后，马车抵达了蒙族。娘亲，我们终于到了，终于能见到葛奶奶了。就在不远处的一处酒楼，某个正在喝茶的男子往下瞄了一眼，看到他小小的身影时，倏地站了起来。主子。叶修毒却是深吸了一口气，毫不犹豫地从2楼一跃而下。然而方才还蹦蹦跳跳的小身影，此刻却早就没了踪迹。主子，怎么了？神鹰去左边，彭英去右边，找楠楠。然而半个时辰过后，3人回到了原先的酒楼时，主子，你们去这附近的客栈打听一下，是否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孩子投宿。是。然而此刻的楠楠却闪进了一间酒楼里。我这酒今儿个就放在这里了，好不好？你们说了算。来，倒酒。小楠楠眼睛整个都亮了，她就是闻着酒香过来的。好香好香好香，她好久没喝酒了，馋虫都犯了。大家伙尝尝，咱们苏阳的酒可不是吹出来的，保证大家伙喝了都不会失望。苏阳？听说苏阳景家的酒远近闻名，连流云国皇宫宴客都会用他们的酒呢。怪不得，这酒还真是香呢。这次品酒大会，有名的酒家都来了，昨儿个来的是惊雷国的范家。楠楠眼睛大亮，偷偷摸摸的上前，趁着别人不注意，也拿了一碗，坐在桌角旁，咕噜咕噜的喝了几大口。楠楠的眼睛陡然亮了起来，试喝？每天都有酒试喝，还是不同的美味的美酒让人试喝？他忙转身出了酒楼，随后抬头看看酒楼的招牌，心里暗暗记下后，这才心满意足地往自己所住的客栈走去。然而他这边刚出了酒楼，那边的沈英便紧跟着踏进门内。你这边这2天有没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个4、5岁的孩子来投宿？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一大一小来投宿？那掌柜的回头翻了翻登记的簿子，再问了问一旁的小二，摇摇头。玉清洛坐在床沿，盯着2个孩子精致粉嫩的睡颜。大夫人那人对你来说后患无穷啊。青姨，把你吵醒了？没有，我一直没睡。其实我知道的。我知道，我现在年纪小，没权没势的，就算找到了族长，有族长护着我，也不一定斗得过大夫人。大夫人没犯下什么大错，就算我说她派人追杀过我，也是无凭无据的，不能把大夫人怎么样，可却会更加挑起大夫人的怒火，让她想方设法的除去我。我依旧步步凶险，要保命谈何容易。青姨，帮我。你想怎么做？找到族长，让大夫人在族长和各位族老面前对我下手，落实他杀人的证据。残杀蒙族有花形胎记的孩子，是蒙族最严重的事情，罪大恶极，不容于世。族长，乌二爷，你们多看着点儿，下次见到这种沽名钓誉之辈，不要再放进来了。这些人太不是东西了。蓉儿难道真的命该如此吗？我真是惭愧呀！若是早知道蒙蓉病情这么严重，回来的路上碰到琼山一老的弟子，就算是想尽办法也会把他请来了。结果现在倒是得罪人了。琼山一老的弟子？你是说你见到了琼山一老的弟子了？是，只是在下和他结了私怨，现在真是悔不当初。不过路上倒是见过一个姑娘，
似乎医术也很是厉害，就算是穷山一老的弟子，也在他手上吃了亏。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和穷山一老认识的。那姑娘现在何处？在下不过和他一面之缘而已，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了。唉，关门吧。族老，族老，毛毛躁躁的像什么样子？我府里的下人什么时候像你这般没有规矩了？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族老，方才守城门的来报，穷山一老进城了。青姨，怎么了？青姨，刚刚有个男人过来。什么时候？对你做了什么？就是刚刚，倒是没对我做过什么，但是他看了我好久，我担心。你看着他，我一会儿回来。说罢，便急匆匆地转身下了楼。刚刚有人进过我所住的屋子吗？姑娘出门若是锁了门了，那应该不会有人去才对。不过方才倒是有个男人过来问，是不是有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来投诉，那边有个客人看到过姑娘，随口说了你的房间号。那男人上过楼，不过我看姑娘早上出门去了，想着应该没多大关系，难不成姑娘丢了什么东西？那人往哪边走了？姑娘回来之前，我刚好看到她出去，就往那边去了。然而此时此刻，除了两边热闹的商贩和行人之外，没有任何像是可疑的男子。掌柜的，那人长什么模样？模样，人长得高高大大的，模样倒是很俊朗，表情严肃冷峻，手上提着剑，身上的穿着看起来也不像是普通人，年纪大约在20多点，说话的声音挺好听的。那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比如脸上有没有疤，或者眼角有没有痣之类的？没看仔细，乍一看好像没有。玉清洛默了默，转身上楼。青姨，怎么样了？是不是大夫人的人？还不敢肯定。那个男人进来时说了什么？你把刚才的事情跟我说一遍。我坐在屋子里看书，后来房门就传来了敲门声。青姨和楠楠回来的话，是绝对不会敲门的。我看外面影子的高度又不像是店小二，就没开。那人问了2句，见没有回应，便想推门进来。我担心是大夫人的人，便躲到了床底下。可那人好像功夫很高，知道我在下面，便把我抓了出来。那人看了我一眼，后来皱起眉头，说了一句是个女娃娃啊。后来和我说了声抱歉，怕我还在防备他，就走了。那个男人确实是在找人，可却不是在找女孩子。青姨，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换一家客栈吧。你们2个在这里收拾好东西，我这就下去和掌柜的说，咱们今天就走。2楼临街的厢房里，叶修读神色冷漠地看着手中的字条。这2天找人找得有些暴躁，他真想见到那个女人时，让她把这张纸条给吃。天色尚早，叶修读几人抵达明族老府上时，花厅刚撤了午膳。师傅，师傅，我怎么敢当？一伸手便把桌子上的茶杯给扫到了地上去。沈英和彭应更是噤若寒蝉，低垂着头站在叶修读的身后。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成了堂堂的修王爷，皇帝最重视的儿子，早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不是？也对，我不过就是教了你半年的武学而已，在你心里自然没什么地位。师傅言重了，就算教了我1天的武学，那也是我师傅。是吗？明族老站起身。自打你离开蒙族开始，便不曾踏入蒙族一步，不曾来看过为师一次，你的尊师重到哪里去了？前2年为师让人托了信给你，让你来蒙族一趟，有要事相商，你连半个字都没回，你有把我这个师傅放在眼里吗？师傅，4年前我便离开帝都，你的信送到了修王府里，可修王府只有下人，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自然没法子把信送给我。不管怎么说，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蒙族，那便在府上歇着，我还有些事情要和你说。还有，我那乖孙女可是等了你很多年，你也该知道。师傅，父皇已经给我赐婚了。砰的一声，一个杯子再度碎成了渣渣。赐了婚又如何？你父皇说的话要听，我说的话就可以无视了吗？我那乖孙女可是小时候就和你定了亲的，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我不管你父皇给你赐了个什么女人，那都没有我的孙女重要。我告诉你，你若是再敢忤逆我，我就打断你的腿。叶修毒蹙眉，站起身便往门口走。叶修毒，你再敢往外面走一步试试！叶修毒双手背在身后，脚步微微的加快了几分。莫贤他们什么时候到？目前传来消息，小嬷嬷在路上病倒了，耽搁了一些时间，算起来大概要后天才到。主子，明日陪明族老去香味四邑，那找玄玉姑娘的事继续找。不过你和沈英明日随我一块去酒楼，让暗卫探查。属下明白。到了晚上，明日试喝的是封仓国武阳赵家，赵家是最近2年风头正劲的酒家，因此2年前的品酒大会并未参加，这一次倒是气势汹汹，似乎是冲着大会第1名来的。彭应在一旁听得直皱眉。2年前才刚崛起的酒家，半点基础都没有，就想着要拿第1，也不算是半点基础都没有，不然明族老明日又怎么会去看呢？主子，属下还查到这2年赵家和七皇子有过几次接触。原来如此，怪不得师父会想起要去香味四邑。他的手指轻轻地叩击了2下桌面。好了，你们下去吧。次日，明族老面色不善地看着他，进门连敲门都不会，你的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如果师父不满意，那我走便是了。走？在知道赵家和你七弟有接触以后，你还舍得走吗？看来是师父故意让我查到的。封仓国现在的形势，我心里也大概有了数。当然，在为师心里，你要比你七弟强太多。只要你愿意娶了我孙女儿，为师还是愿意站在你这边的。那师父还是站在七弟那边吧，我对那个位置没多大的兴趣。不过师徒一场，我还是要提醒师父，蒙族的规矩是不能干涉。话说到一半，他倏地住了嘴，眸光灼灼地盯着楼下的某个小身影，陡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叶修毒也不回应，只是抑制住狂喜的眸色，垂手看着楼下。这个小东西可算是找到他了，果然一个人跑到这外边来了，身边连个人跟着都没有。将近1个月没见，怎么看着脸蛋消瘦了一些？这一路上恐怕是没少吃苦的。楠楠咂巴咂巴嘴，耳边便传来了酒楼掌柜的声音：诸位，今日是封仓国武阳赵家在小店试酒，赵家这2年可是享誉4国，赵家酒也是被众人津津乐道。小店去年也曾买进赵家酒，尝过的客人更是赞不绝口啊。今儿个这酒可比小店往日里所卖的更要甘醇浓郁，大伙儿可不要错过了。咱们赵家酒有自己独特的秘方，这2年但凡喝过的都说好。这次参加品酒大会甚是荣幸，也希望能得个好彩头。因此赵家家主率先在这香味四邑里开2坛酒，让大家伙也尝尝，希望大家能提提意见。楠楠面上有了不耐烦，喝酒就喝酒，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我先来。好。有人开头，其他人自然不会再停在那儿，纷纷往前走了几步，接二连三地端起桌子上的碗。人群拥挤，谁也没发现桌子下方有一双粉嫩嫩的小手，也趁机端走了桌子上的酒，咕噜咕噜地喝下肚子去。杜康庭的厢房内，叶修毒差点被茶水给呛到了。那边怎么有个孩子？方才好像是那个孩子把人给推出来的。有吗？你的眼神真是越发的退步了。你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好看到的才是。是吗？我倒是没注意。你……叶修毒垂了垂眸子，看向楼下的小家伙，喝完了1碗酒，竟然接着还打算拿第2碗。可谁知下一刻，那伸到一半的小手却陡然一顿，被人狠狠地捏住了。干什么？小娃娃，这东西可不是你这个年纪的能喝的。掌柜的也急忙挤进人群，看看面前的楠楠，忍不住怔住了。好啊，小东西，又是你！你昨天来偷喝酒，我放你一马，你今天又来了是不是？你说谁偷呢？谁偷了？我这是正大光明的来试酒的。喂，是你们自己说的，让大家伙尝尝，我也算是这大家伙中的一员啊。我虽然是个孩子，可我也是人好吗？我也能试酒，能给出意见的，而且比你们都厉害。
叶修毒原本细眯的眼睛微微的展开，他就说嘛，他的儿子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吃亏呢？这孩子倒是个能说会道的，机灵得很啊。叶修毒默然无声，继续看着楼下。楠楠已经从那大汉手中把自己的小手腕给抽了出来，那大汉倒是一愣，只觉得手心麻麻的。他诧异地看向楠楠，百思不得其解。你给我好好说清楚，我好歹也是世家子弟，不能因为年纪小你就败坏我的名声。世家子弟掌柜的一笑，这个节骨眼了，你居然开始冒充世家子弟了。昨儿个那个蓬头垢面的小孩子是你吧？世家子弟能那样不修边幅？楠楠怒，扑上去就要咬他。那掌柜的一惊，下意识地往旁边躲去，只是他却忘记了自己身边就是放酒的桌子。他这么一碰，哗啦啦的一叠声脆响，一瞬间便有好几个碗直接摔到了地上。小东西，你简直不知死活！你知不知道这酒有多昂贵？就是把你给卖了，你也赔不起。就这东西能有多贵？又不好喝，你还把它当宝似的。明明就是那掌柜的撞翻的，凭什么把责任全部推到他头上来，欺负他人单势薄没靠山不成？回头他一定要把陆爷爷带过来吓死他们。你说什么？我说意见啊，刚才不就是你们说让我给意见的吗？那我现在就给了。我告诉你们啊，这酒不够纯，好像发酵的时候过了气，但是你们又用了别的东西掩盖了过去。我跟你们说，这是不对的，上等的酒可是要一丝不苟，一点点的瑕疵都不能有的。你倒是说的头头是道的，说的好像你会酿酒一样。你要真有这个本事，倒是拿出来看看，别在这里不懂装懂，信口雌黄。你以为我没有吗？回头我就拿出来给你看看，也去参加品酒大会，把你们杀一个片甲不留。2楼的民族老听得直皱眉。你下去把那孩子带上来。叶修毒的手微微一顿，你也下去看看。是，师傅觉得这次品酒大会赵家能夺得头魁吗？你想说什么？师傅，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如何？打赌？你什么时候竟然也有这种闲情逸致了？怎么赌法？刚才那孩子不是说自家也有酒吗？等到了品酒大会，我们看看到底是赵家人能赢，还是那孩子能赢。不说夺第一，只要那孩子赢过赵家，便算是我胜。孩子的童言童语你也相信？他不过是信口雌黄，我可不相信他家有自己酿的酒。我倒是挺相信的。他家儿子说的话，他做爹的自然是第一个表示支持和信任的。好，那便按照你所说的，若是我赢了，你便乖乖的娶了我孙女；若是你赢了，这事儿就作罢，我再不会提起，如何？这种赌注没有任何意义。我若是赢了，师傅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我若是输了，任由师傅处置。嘿，想不到你竟然这样舍不得我孙女，都不忍拿她当赌注。师傅有何意见？好，那就这么说定。族老，那孩子……民族老身后的另一个护卫却蓦然倒抽了一口凉气，下一刻他陡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错愕地看向在阿江身边钻来钻去的灵活身影。陆家脚法有如此快速宛如幻影一般的脚法，世上没有第二家了。这孩子来历不小啊！阿江抓不住他，那孩子似乎有些功夫。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呀，10年难得一遇的好家伙。阿和，你也下去，一定要给我把那个孩子带上来。师傅想做什么？这孩子可比你小时候还要有慧根，若是好好栽培，必定胜过你10倍。叶修毒却浅浅地抿了一口茶水，没再说过一句话。彭应站在楼梯边，扭头瞥了一眼倚在扶手边看热闹的沈英。你说阿江什么时候能抓到楠楠？切，阿江虽然是民族老身边的护卫，身手也是一流，可楠楠是蒙族族长亲自培养的，要抓他哪里是那么简单的？我看阿江一个人抓不到。小家伙现在玩得很起劲呢，也不晓得他要是知道主子就在楼上会是什么反应。你应该说，要是玉姑娘知道主子也到了蒙族会有什么反应？
这2天可苦了咱们了，找玉姑娘找得精疲力尽的。唉，也是时候让玉姑娘受点苦了。喝下来了，咱们快去那边。指了指从厢房里面出来的人影，他飞快地和彭应对视一眼，两人迅速地隐身在了楼梯底下。要去帮忙吗？主子没吩咐过，还是再等等吧。他们若是只带着楠楠上楼，倒是没多大的关系，楼上还有主子，若是出手伤害楠楠的话，咱们就动手。有没有搞错？一个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要找帮手，你们要不要脸？以大欺小不说，现在还以多欺少，你们看我身体柔弱，觉得好欺负是不是？祖老让你下来的，祖老要求速战速决，事情闹大了不好。怎么不四处乱跑了？笑话，我像是那种只会乱跑的人吗？我这一次，哼哼，说的往上一跳，转过身就往酒楼外面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回家找我娘亲去了，再见。沈英，你怎么在这儿？我也来追那孩子呀，刚刚听到窗子有动静，就进来看了一眼。里面没人？没有。阿和两人低咒一声，也不再理会沈英了，急切地往前面追去。沈大叔，你怎么也来蒙族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呀，刚才你忽然就来抓我，吓了我一大跳，我差点就踹到你那张大脸上了。幸好我身手好，收得及时，你要谢谢我。楠楠口沫横飞说了半晌，没听到他的回应。沈大叔，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我说的太多了？哎呀，你也不能怪我，毕竟咱们好久不见了，小别胜新婚嘛。啊，呸，说错了，是久别重逢，我难免激动了一点。沈大叔，你不激动吗？怎么会呢？我很激动呢，不过有人比我更加激动。耶，谁啊？还有别人比沈大叔你更加想念楠楠吗？这么说来，我的魅力又上一层楼了。嘿嘿，很好。我刚刚有没有告诉你，主子跟我一块来的？他见到你，应该也会很激动的。真的啊？你家主子这么想念我啊？他认识主子？你的主子不就是我爹爹吗？分别了1个月，原来你还记得呀？沈大叔，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咱们改天再来叙旧吧，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那就先再见了。楠楠说完就要走，沈英失笑，手臂环着他的腰身，一把把他给抱了起来。那么久不见，你不想你爹爹吗？沈大叔，你就当没见过我好不好？这可不行，主子方才就在香味四溢的那家酒楼里，他可是在上面看你的表演从头看到尾的，我怎么能当作没看到你呢？楠楠愣了一下，一瞬间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一路上都非常的安静，抱着他走进了一家客栈。下一刻豁然回过头来，二话不说冲过来，猛地抱住了叶修毒的大腿，惨兮兮地哭了起来。爹爹，我好想你，你都不知道，你不在楠楠身边，楠楠那是茶不思饭不想，寝食难安啊。爹爹，你听我说，我离开帝都那也是身不由己的，那都是因为娘亲一意孤行。娘亲她好坏的，她自己给你留了字条，居然也不晓得提醒我一下，害我不能好好的声情并茂的和爹爹说明白说清楚整件事情。爹爹，我没有不孝顺，我真的很爱你的，你要相信我。叶修毒眯着眼看他，楠楠心里一疙瘩，爹爹怎么都不说话？难道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爹爹，你要是不开心，那你就打我吧，我保证不还手。但是咱们先说好，不能打脸，不然打肿了，你带我出去，有个这么丑的儿子，你也会丢脸的。你娘亲呢？她在哪里？啊，爹爹要找娘亲啊，这个好办，我给你画一张地图，一定通俗易懂，爹爹很快就能找到她了。他讨好的笑着，噔噔噔的跑到一边，拿了宣纸和笔墨过来，笑嘻嘻的趴在桌面上画了起来。不过片刻，他已经拿着画好的地图摊到了叶修毒的面前。爹爹，你看，你按照这个，马上就能找到娘亲了。你带我去找你娘亲，不是更加容易吗？
何必费这个功夫画地图？而且画得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一团墨黑，谁看得懂？等回到封苍国，好好的跟兰胜学学画画。爹爹，我觉得吧，你和娘亲之间的问题，要你们自己来解决，要严肃、认真、严谨的好好谈谈。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不敢带着爹爹出现在娘亲的面前呢，不然娘亲一定会以为他是站在爹爹这边的。爹爹，夫妻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真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经验之谈？我的意思是说，我和娘亲相处多年，很清楚娘亲的脾气，经验很足的。就是这个意思。叶修毒一把抓过他，猝不及防地摊开手掌，狠狠地揉了揉他的脸蛋脑袋后仰，鼻子通红。好一会儿，叶修毒才放开。爹爹，你谋杀我！你过来。我要是过去，我帅气的小脸蛋就保不住了。我的意思是，就算如此，爹爹说的话我也一定会听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瞧着瘦了。我倒是没吃什么苦，娘亲才累得要死呢，又要照顾我，又要照顾玉妹妹。我瘦了是因为我想爹爹了。玉妹妹？爹爹，我一句话包含了3个意思，提到了3个人，你竟然只注意到了一个玉妹妹，我表示对你很失望。你都没问问娘亲到底怎么了，都没问问我到底怎么想你，你这叶修毒狠狠地敲了他脑袋一下。你这是在提醒我该找你和你娘亲好好的算算账吗？玉妹妹是我们路上遇到的一个被人追杀的女孩子，和我差不多大。对了，最重要的是，她身上和我一样有花形胎记哦，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带着她一块儿上路的。什么？他还真没想到，竟然还有一个和楠楠一般大小的孩子拥有这样的胎记，这样的孩子怎么会没人知道呢？他想，也该是时候了。那个女人，他也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她了。楠楠，只是下一刻，诧异的看向站在门边的2大一小，视线在触及沈英时，你们做什么？快放开楠楠！玉妹妹，没事的，我没被他们抓住。楠楠，你怎么样了？那个人就是上次闯入我们客房的男子，就是他。主子，那个小女娃就是昨日我说的那个孩子。我真是没想到，玉姑娘和楠楠那个时候就距离我们那么近。蒙罗玉瞳孔陡然睁大，护着楠楠往后面退。那是我爹爹。他就是你爹爹？玉妹妹，这个才是我爹爹，你可不要认错了。那是我爹爹的护卫，是沈大叔，他昨天应该是来找我的，他人还是很和善的，你不要害怕。蒙罗玉愣愣地点了一下头。玉叔叔，我姓叶，楠楠她娘亲呢？他一直找了那么多天，如今见到楠楠了，再见到青儿硬是跑不掉的。可没想到都这么晚了，青儿竟然还不回来，这是去哪里了？见了什么人？他是打算夜不归宿吗？青姨早先回来过，现在是出去买晚膳了，应该马上就回来了。你带他们2个先回去。而他就在这里等着青儿。谁？然而他的手臂才刚伸到一半，浴桶里忽然落下一道身影，手腕被人狠狠地钳住，水花四溅。下一瞬，他便感受到自己的腰间被人裹住，紧紧地抵在浴桶边缘。可他的脖子上却忽然多了一只手，他全身都被制住了，压根儿动不了分毫。你到底是谁？叫做什么？唇瓣上忽然附上一道温热的触感。我是谁？我想做什么？青儿，你说我再见到你，我想做什么？叶修毒，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再见到我不高兴，变成结巴了？玉星洛想默默地逃走，
可身子被他钳制的动弹不得，只能仰着脑袋和他离开一点距离。你什么时候来蒙族的？你怎么会找到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叶修毒掐着他的下巴，又恶狠狠地扑上去咬了一口。对，就是咬，咬得异常用力，直至感觉到舌尖上划过一丝血腥味儿，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开他。那个，水有些凉了，咱们先去外面说话吧。你觉得冷了？哪里冷了？被他这么搂着，他从头到脚连头发丝儿都是热滚滚的。是有些冷了，我知道你很生气，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我们好好的说说话。你做什么？就被他猛地抱了起来，直接离开了浴桶。那个衣服不需要。不需要？难不成他想这样和他聊天不成？我冷。等下会让你热起来的。下一刻就被他整个都扔到了床。叶修毒，你冷静一点。冷静什么？我要不是太冷静，给了你时间，让你做好心理准备，没能早日办了你，让你心无顾忌的想走就走，我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我没有说走就走，我留了字条的。叶修毒从他枕头底下抽出那张纸条。说起来，这一路上要不是有这张字条一直在我身边提醒着我自己受到的羞辱，我的怒气也不会维持到现在了。我该谢谢你的。玉清洛忽然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叶修毒冷哼，不再听他辩解，右手一挥，床帐翩然落下，红浪翻滚。玉清洛被折腾得浑身酸软，双眸涣散，几乎喘不过气来。虽然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也已经有了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可到底还是第一次经历，声色紧张的不行。一开始几乎全身绷得死紧，恼得叶修毒寸步难行。可越是紧绷，叶修毒却越是兴奋，狠狠地掐着他的腰身，到后面激烈的他仿佛死过一回似的，直至折腾了大半宿，他才稍稍控制住自己，恶狠狠地放开他。叶修毒艳足地搂过他，手指在他身上动了动。不要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闭嘴！嗓子嘶哑却性感的要命。正想着，身边的男人却动了动，忽然坐起身来。他拿过一旁的衣服穿上，走出了房门，叫过外边守夜的店小二打盆热水上来，随后拿着一块干净的帕子，默然无声地给他擦了擦身，收拾好后又重新躺回了床上。楠楠和小玉是不是在你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蒙族？你什么时候出发的？你不累？那正好，我也不累。累得要死，我马上睡觉。脑袋动了动，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老实说，这1个月的时间以来，没有他在身边，他睡觉时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似乎一直没能睡得特别的安稳。如今有他在身边，他便觉得莫名的安心。这种习惯真的很不好，会上瘾的。次日，玉清洛直至睡到日上三竿，才被外边吵吵嚷嚷的声音给吵醒过来。这一动，便觉得全身僵硬，整个身子都不像是自己的一般。然而他再度看向床边时，那里却早就没有半个人影了。去哪儿了？有没有搞错？这混蛋，现在是吃干抹净人就走了吗？而且还把楠楠和蒙洛玉给带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算是生气在惩罚我吗？还是打算带着楠楠离得我远远的？反正已经和我有过一夜了，楠楠也去了他身边，他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所以这是打算抛弃我了。玉清洛一想到这些，额头上的青筋便开始突突突地暴跳起来。
玉姑娘，这个主子让我把2个孩子送回来。玉清洛垂眸看向对着他讨好的笑着的楠楠，他退后2步，让3人进来。娘亲，嘿嘿，你怎么样了？玉清洛睨了他一眼，哼哼几声。他没力气，不想说话。爹爹打你了？他打你了？怎么能这样？他是不是男人？我去找他算账去。他没打我，不过效果跟被打了差不多。一旁的沈英轻咳了一声，默默地扭过头去。方才玉清洛抬起手时，他眼尖地看到了他手臂上的那点红痕，自然明白那代表着什么。没想到主子刚见到玉姑娘就把人给办了。没打就好，我真是担心爹爹有暴力倾向，那样以后我和娘亲都没有好日子过了。你爹爹在哪里？带我去见他。我这就带娘亲去。娘亲去哪里？都有楠楠帮你开路。主子当初问他玉姑娘在哪儿时，他可是吞吞吐吐的，不愿意吐露的。怎么到了玉姑娘这儿，楠楠就这么迫不及待呢？娘亲，就是这里了。抬手直接推门而入。房间内半个人影都没有，他人呢？沈英心里莫名的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主子什么都没交代，人就不见了。娘亲，没人，爹爹和彭大叔都不在。沈英，他们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主子只是吩咐我把楠楠和小玉送回客栈，别的便什么都没说。他什么时候吩咐你的？天亮以后，主子回来那会儿，便说等楠楠他们醒来后就送回来。后来主子就进了自己的房间，奇怪，我也没看到他出来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或者说他来蒙族以后都和什么人有过接触？接触？沈英正在纠结之际，这里有张字条。他忙几步上前，却发现字条的开口竟然写着沈英2字。给你的。细细的看了2眼后，他的整个脸色就都变了。玉姑娘，主子让属下跟着你，保护你和楠楠的安全。也就是说，他暂时不打算见玉姑娘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告诉玉姑娘关于明族老的事情了。该死的叶修铎，混账叶修铎，他给沈英留了字条，也不晓得给我也留一张，这是报复。小心眼的男人，一点亏都不肯吃，小气。玉清洛砰的一下子坐在椅子上，胸口起伏，嘴角紧绷，显然还处于盛怒当中。半个时辰后，玉姑娘，你看，这时辰也不早了，楠楠和小玉肚子也该饿了，我去买点吃的上来。2个时辰后，玉姑娘，主子应该不会回来了。玉清洛扭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沈英立刻躲到一旁，乖乖地闭上嘴了。1个月没见，玉姑娘越发的恐怖了，那眼神都开始甚冷了。又1个时辰后，玉姑娘，这天色快要黑了，你是要住在这边的客栈，还是回去？如果你要住下来，我现在就下楼去找掌柜的开一间房。唐姑娘，果然是你。吴冕生，楼上的楠楠和蒙罗玉自然也看到了，2人的脚步急急刹住。你们这是做什么？快点放手！不行，那个人认识玉妹妹，要是被他看到了就糟糕了。轻易再给我们使眼色，让咱们别下去。沈英垂眸看了看2个孩子的神色，便领着2个孩子重新回了房间。好巧，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吴二爷。我也没想到，要是知道唐姑娘也是来蒙族的，当时咱们就可以一块上路了。呵呵，姑娘来蒙族是要参加品酒大会吗？可以这么说。如果吴二爷没事，我就先告辞了。他说着，姿态傲然地往前走，心里默默地数着数：1、2、3、4、5。等等，唐姑娘，吴二爷还有事？唐姑娘若是不赶时间的话，咱们在那边慢慢谈吧，这中间人来人往的。好，2人走到角落里的桌子旁坐下。吴冕生让小二上了1壶茶，又端了几盘小点上来。唐姑娘用过晚饭了吗？不如我让小二上几个小菜，姑娘尝尝。不用了，孩子还等着我回去。
有些话在下问的可能有些唐突，不当之处，请姑娘谅解。乌二爷有话就直说吧。唐姑娘可是懂医？不说多厉害，不过比上次见到的那个白衣男子略懂一点而已。太好了，抱歉，我有些激动。怎么，乌二爷身子不适，需要我替你看看吗？不是，我有个朋友身染重病，许多的大夫看了都不见好。所以你是想要我去看看你那个朋友？我知道上次姑娘救了我，如今又提出这种要求，有些强人所难。不过那个朋友对我真的很重要，只要能救他，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玉清洛似乎在犹豫，手指一下一下地点着桌面。唐姑娘有什么为难的吗？你放心，报酬方面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唐姑娘往后若是在蒙族遇到什么事情，在下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乌二爷说话可算数？自然。说吧，你的朋友是谁？他是月族老的儿子蒙荣，唐姑娘可是听到过？唐姑娘，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月族老的儿子，那身份可不一般呢。而且我听说这蒙荣蒙公子的病可是疑难杂症，十分的不好治啊。当然，我也知道这事儿比较棘手，唐姑娘就当是去看看，我也不勉强唐姑娘一定要动手医治。好，我去，不过我要加条件。唐姑娘是答应了，你放心，不管什么条件，只要我做得到，一定会尽力的办到的。你回去同月族老商量一下，若是我能治好蒙荣，那么他就欠我一个人情，以后是要还的。你告诉他，这个人情不是那么好还的，他要做好心理准备，回头再立个字据吧。我知道了，我会转达给月族老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明日一早我会到月族老府外等着，若是同意了，你就直接带我进去便是；若是不同意，你也让人出来告诉我一声，以后就当不认识了。玉清洛喝完最后一口茶，将杯子搁在桌面上，转身走出了客栈。娘亲，那个人找你做什么？找我给人治病的。沈大叔，我就说嘛，快点给我银子。我又没和你打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你银子？那我们那么久没见，难道你不该表示一下你的思念之情吗？你看我都瘦了，你也该给我点银子，让我买点吃的东西吧。说到打赌，楠楠蓦然醒过神来。娘亲，有件急事我忘了跟你说了。什么事情？我参加了品酒大会，那个我们又没有酒，你拿什么参加？沈英默默地扭过头去，当作什么都没看到。可是爹爹说一定要参加，他说他跟人打了赌，他说我要是赢不了那个什么赵家的话，他就要给我娶个后娘了。娘亲，我不要后娘，我宁愿要个后爹。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不疼啊，对不起，娘亲错怪你了。真正坏的那个人是你爹爹，他既然不要我们了，那以后只能咱们娘俩相依为命了。那个，你很想要爹爹对不对？那娘亲给你找个就是了，给你找个帅气英俊、多金又对你好的后爹，怎么样？月姑娘，你误会了。哪里误会了？这个主子确实是和人打了赌，但是条件不是这个。主子这么紧张玉姑娘，怎么可能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去打赌呢？是吧？哎，你的意思是说我爹爹在骗我了？其实也不算是骗，主子只是还在生气楠楠不告而别，所以想让你紧张一下，让你体会一下主子的当初的心情，才会说这些话，让你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及主子在你心里的地位。他和谁打赌？那真正的赌注又是什么？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当时我在外边，那人身份挺神秘的，不过赌注好像是答应对方一件事情吧。娘亲，不管怎么说，爹爹和人打了赌，咱们作为爹爹的家人，一定要帮他赢了这场比赛的，不然爹爹要是输了，那个人说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天理不容、惨无人道的事情要爹爹去做，那就遭大告了。那请问玉清南小朋友，我们要怎么赢？你有酒吗？咱们可以酿那个葡萄酒嘛，你上次酿过的，虽然比不上烈酒那么醇厚，可是还挺好喝的，
而且你不是说这葡萄酒好处很多，对身体虚弱、患有睡眠障碍者及老年人的效果很好吗？还能美容养颜、抗衰老和减肥，女人喝了面色红润有气质的嘛。罗玉诧异，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酒。楠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都是真的，娘亲，我这2天仔细的想过了，他们这些人酿的都是适合男人喝的，我们就酿葡萄酒，专门提供给女人喝，而且独此一家，保证客似云来，能赚到好多好多的银子。现在葡萄正好成熟，很多的。距离品酒大会还有几天？10来天吧。我上次酿的葡萄酒用了几天？1、2、10、11，好像来不及了。玉清洛翻过身，不想理会他。娘亲，那怎么办？比赛的时候拿不出酒，爹爹就输了。那问你爹爹去啊，他让你去参加比赛，他心里要是没点底，我才不信。沈英暗暗啧舌，玉姑娘，你对主子的了解程度还真是深呐。次日一早，玉清洛便离开了客栈，独自一人来到了月族老府门口。唐姑娘，你来了。我早就来了，只不过他们以为我是闹事的。唐姑娘是月族老的贵客，由得你们在这里胡说八道冒犯客人，回头我便和月族老说说这事。那几个下人脸色一白，有些惊惧。唐姑娘，这边请，月族老已经在里面恭候多时了。玉清洛点点头，轻笑一声，漫步走进了大门。玉清洛从从容容地跟着吴冕生走，2刻钟后才在一个叫做夜色的水中楼阁前停下。唐姑娘请在这边稍后，我进去和月族老说一声便来。你是谁？我问你是谁？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们又是谁？问别人问题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来个自我介绍？大胆！谁准你对夫人这般无礼的？你是蒙柯？你好大的胆子！你，碧儿，不得无礼。这位姑娘能站在阁楼门口，必然是府上的客人。姑娘，碧儿不懂事，请不要见怪。我自然不会和一个小丫头计较，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嘛。多谢姑娘体谅。碧儿，还不给姑娘道歉？碧儿瞪大了眼，仇视地盯着玉清洛。蒙柯催促道：碧儿，你方才确实对这位姑娘无礼了。咱们府上不管是丫鬟下人，都是极有规矩的。我平日里是把你给宠坏了吗？让你坏了我们月族老的名声，还不快道歉？玉清洛笑着看向碧儿，耳朵里却已经传来了污冕声和月族老的脚步声了。方才得罪姑娘了，对不起。姑娘，碧儿年纪小，你别和她一般见识了。回头我必然会好好的教训她的。你既然是老爷的客人，那也必然是我的贵客。姑娘有什么需求的话，尽管和我说便是。儿媳给老爷请安。好了，科儿不用多礼。族老，这便是我同你说的那位唐姑娘，当初便是她解了穷山一老2弟子的毒，医术了得。不知道唐姑娘师承何处，这般年轻便有如此作为，让人佩服啊。吴二爷，我昨日说的话，你和族老可说了？姑娘有什么要求，何不亲自和族老谈呢？在下说的话，总不如族老说的更加让人信服。唐姑娘有什么话，咱们里面说吧。你放心，只要你能治好蓉儿，老夫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啊，包括让蒙公子休了夫人？蒙柯的脸一瞬间有些发白。唐姑娘，科儿可从来没有得罪过唐姑娘，姑娘何必与她过不去呢？我不过是开个玩笑，族老太紧张了。我只是好奇，岳族老能为蒙公子牺牲到何种程度而已。只要能治好蓉儿的病，一命抵一命也在所不惜。族老，老爷，走吧，进去，我看看令公子的病情如何。唐姑娘，这边请。床上的男子脸色有些发白，眉眼间却是风神俊朗。玉清洛再次默默地吐槽了一句蒙族的遗传基因。这蒙荣虽然身患残疾，却也是个美男子。唐姑娘，请。
好一会儿，玉清洛才收回手。唐姑娘，如何？王公子昏迷多久了？差不多1个月了。原本他的情况还要严重，脸色更是苍白如纸。这2日琼山医老的2个弟子在这里为蓉儿看病，倒是把他的脸色调理得好看一些了。岳祖老，我只要你的前半句话就够了。